我每晚都在女朋友的脚上涂满臭泥巴，再撒上1斤面粉，然后立马装睡。而她每晚都会在2点醒来，扯下我的一根头发偷偷出门。于是我跟踪她在地上留下的脚印，可没想到，就在我马上要知道她去干什么的时候，却在路边遇到了即将被大卡车撞飞的小女孩。千钧一发之际，我冲过去救下了她，而我却被撞到10米开外，奄奄一息。就在我的心脏即将停止跳动的刹那，一道冰冷的机械声在我脑海炸响。神豪系统绑定成功，神豪资金1000亿已存入宿主叶川名下黑卡，获得黄金之瞳技能，可洞察万物价值，看穿人心；获得坤拳宗师级技能，可对战100人。我猛地睁开眼睛，感觉现在的身体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力量，甚至能看到听到5公里外疾驰而来的迈巴赫。不到2分钟，黑色的迈巴赫就到了眼前，一条修长笔直、裹着黑色丝袜的美腿就冲了下来，他发疯一样冲向人群。糖糖你在哪？小姨。被我救下的女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女人冲过来一把将糖糖搂进怀里，在确认糖糖只是擦伤之后，她随即抬起头看着我，眼里带着深深的感激。先生，谢谢你救了糖糖，我是沈氏集团沈云舒，请问您需要我做什么？我沈家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叶川盯着眼前这个女人，她的信息在视网膜上显示出来，年龄25，身份沈氏集团总经理，身价超8000亿。如果在今天之前，这本来是叶川在这个城市翻身的最好机会，攀上沈家要一笔巨额酬金，哪怕就算是现在叶川拥有100亿，都赶不上沈家的一个零头。但叶川只是静静地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不用，然后消失在雨夜当中。沈云舒看着叶川的背影，然后对着身后的助理说道：查，我要在3分钟内知道他所有的资料，他是我的恩人，我沈云溪绝不会让他的就这样消失。而回到家的叶川，他把目光瞄准了墙上的2个人。叶川的黄金之瞳记忆回溯功能启动，很快他得知害死他父母亲的幕后黑手就是继母钱玉兰，而他的女朋友赵梦瑶每天晚上偷偷溜出去，却是去见一个富二代。很好，那就先从收拾继母钱玉兰开始，再去找赵梦瑶。他要让赵梦瑶和他钓上的那个富二代连外卖都送不上，只能沦为沿街乞讨的路人。第二天一早，叶川踏上叶家别墅。叶川刚进叶家别墅，就听见大厅传来打杂声和钱玉兰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别打了，我很快就能搞定，让叶川那小子签继承人转让书，到时候这别墅归我就有钱还给你们了。一记耳光打断了他的哭喊，叶川推门而入，客厅里一片狼藉。平日里趾高气扬的钱玉兰披头散发跪在地上，脸上顶着鲜红的巴掌印。客厅中央坐着江城地下高利贷头子刀哥，身后是4个拎着钢管的打手。叶川闲庭信步走进来，视若无睹地向客厅中央走去。刀哥见叶川无视他，瞬间大喊，伸手就要拍叶川的脸。哟，这就是那个废物大少爷！叶川猛地回头看向刀哥，他的信息也在叶川脑海中显示：目标丧标，战斗力65，普通人巅峰，弱点极度迷信且患怪病，每天午夜心脏剧痛。叶川没有动，只是轻声说道：你的手如果碰到我的脸，这辈子就再也拿不起筷子了。还有你的心绞痛，是不是每晚12点准时发作？你会看相？刀哥的手猛地僵住，这个秘密连手下都不知道，这小子怎么知道的？叶川没有回应，径直走向被翻乱的博古家，寻找母亲遗留的一个紫色檀木盒。钱玉兰见刀哥没动手，立马爬起来叫嚣：刀哥，他是第1顺位继承人，逼他签字过户，这房子就是你的了。刀哥眼神闪烁，在几千万的债务面前，那点恐惧不算什么。他脸色一沉：兄弟们，按住这小子，今天不签字就剁他1根手指头。紧接着4个打手挥舞着钢管冲向叶川，叶川背对着他们叹了口气：为什么非要逼我动粗呢？话音未落，他猛地转身，一个简单的侧踢，砰，冲在最前面的打手如被卡车撞击，倒飞5米，狠狠砸在墙上，直接晕了过去，全场死寂。剩下3个打手硬生生刹住了车，吞了口唾沫。叶川收回腿，在茶几旁找到了那个母亲遗留下来的檀木盒子，他擦去灰尘，转身看向已经傻眼的钱玉兰：钱玉兰，你不是一直想要这栋房子和叶家产业吗？那我现在给你。钱玉兰愣住了，叶川看向刀哥，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掏出那张黑色银行卡。刷卡机带了吗？带了，一共5800万。叶川把卡扔过去，全都刷了。钱玉兰眼中爆发出狂喜，这个蠢货居然肯替他还债，他立马抖了起来。叶川，算你识相，既然你替我还了钱，我们就两清了，赶紧滚！这房子现在彻底归我了。但下一秒，叶川的话把他打入地狱。谁说我是替你还债了？他看着钱玉兰，眼神玩味。这笔钱是我买下这笔债权的费用，从现在开始，你要把钱还给我。钱玉兰的笑容凝固了，刀哥瞬间反应过来，立马换了一副嘴脸，凶神恶煞地盯着钱玉兰。钱老板，现在你的债主是叶少。对了，叶少，你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需要我帮你收利息吗？刀哥决定要抱紧叶川这尊大富。叶川抱着檀木盒子走到门口，停下脚步看向钱玉兰。我只给你2个选择：第一，立刻搬出这栋别墅，净身出户，
衣服都不准带走一件。第二，3天内还清欠我的债务，多1秒我就报警。我会告你诈借、挪用公款。如果你没有监督钱玉兰按时完成，我会告你故意伤害，有门口监控为证，这些罪足够让你们把牢底坐穿。说完，叶川大步走出别墅，身后传来钱玉兰撕心裂肺的哭嚎，以及刀哥那帮人开始清场的打杂声。听着这些声音，叶川站在阳光下，只觉得浑身舒畅。可下一秒，系统发放了新任务，请在2小时内花光1个亿，失败惩罚随机扣除宿主某项身体机能，例如永远3秒。叶川看着这个惩罚，嘴角抽了抽。系统，你挺狠啊！不过花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任务。叶川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江城鼎社商场 SKP。叶川刚下车，一辆红色法拉利带着嚣张的轰鸣声停在他面前，车窗降下，正是他的前女友赵梦瑶。他摘下墨镜，眼里满是鄙夷。哟，这不是叶川吗？听说你被赶出家门送外卖去了，怎么送到这种高档地方来了？哼！这里的保安可不让要饭的进。当初叶家一出事，赵梦瑶就光速把叶川甩了，转投了富二代的怀抱。叶川看着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正好花钱任务还缺个观众。是啊，来要饭。叶川理了理袖口，笑容灿烂。不过今天要的不是饭，是整个商场。这时车门打开，赵梦瑶挽着个穿范丝折花衬衫的男人走下来。男人绿豆眼上下扫了叶川一圈，满脸戏谑。瑶瑶，这就是你那送外卖的前男友？小白脸长得不错，可惜是个穷逼。这里的空调都按分钟收费，你送一班够吹10分钟吗？赵梦瑶挽着男人的胳膊，笑得花枝乱颤。叶川，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现在的老公孙浩宇，家里是做建材生意的，身价好几个亿呢。他特意加重了好几个亿这几个字，眼神挑衅地看着叶川，似乎期待在他脸上看到自卑、愤怒，或者是无地自容的表情。然而他失望了，叶川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眼神淡漠的像是在看两旁的空气。让开。叶川迈步向前，语气平淡。哼，给脸不要脸是吧？孙浩宇被叶川的无视激怒，一步跨出，挡在叶川面前，伸手就要推叶川的肩膀。就在孙浩宇的手即将触碰到叶川的一瞬间，叶川的瞳孔深处金芒微闪，孙浩宇的信息展示了出来。目标：孙浩宇，身份：暴发户2代，外强中干，当前装备：范丝折衬衫，真品理查德米勒 RM011腕表，高仿货，机芯为国产丹东机芯，古奇皮带，真品，财务状信用卡透支，开东墙补西墙。为追赵梦瑶租进法拉利1天，租金尚未结清。看完叶川嘴角的弧度瞬间变得玩味起来，他凑近孙浩宇，声音压低，却刚好能让周围几个路过的路人听到。可惜啊，理查德米勒的碳纤维表壳纹路是乱纹，你这个纹路有点太整齐了吧？还有正品的日历窗是顺条的。现在是1点59分，要不我们等等看，2点整的时候，你这表能不能跳过去？孙浩宇的脸色瞬间变了，这表确实是他花3000块买的复刻，专门用来骗赵梦瑶这种拜金女，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送外卖的居然能一眼看穿。你放屁！老子这是真表，你懂个屁！孙浩宇下意识地捂住手腕，色厉内荏地吼道：“瑶瑶，别理这个疯狗，我们走，去爱马仕给你买包。”说着，他拉起一脸茫然的赵梦瑶，就要往商场里冲，显然是想逃离现场。正好我也要进去买点东西，一起。叶川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这里是 SKP， 你要是能在这里买得起一双袜子，老子当场把它吃了。记住你的话。叶川跨过旋转门，走进了冷气充足的商场大厅。SKP 的1层汇聚了全球最顶级的奢侈品大牌，空气中弥漫着昂贵的香氛味道。欢迎光临百达翡丽。门口的迎宾小姐弯腰行礼，不过当看到孙浩宇和赵梦瑶紧跟着走进来时，迎宾小姐的眼神明显亮了一下，笑容也更加灿烂。先生，女士，欢迎光临。孙浩宇为了找回刚才的场子，故意大声说道：“把你们店里最贵的表拿出来，我要给我女朋友挑一款。”说着，他挑衅地看了一眼叶川。怎么，送外卖的也进来蹭空调？小心碰坏了玻璃柜台，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店内的几个销售顾问很有眼力见地围到了孙浩宇身边，而叶川则被冷落在了一旁。只有一个刚毕业不久、带着实习胸牌的小姑娘，犹豫地走到叶川面前，递过一杯水。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如果您只是看看也没关系的。小姑娘眼神清澈，并没有因为叶川的穿着而流露出鄙夷。我不看。叶川喝了一口水，淡淡道：“听见没有？他不看，我就说他是来蹭空调的吧。保安呢？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赵梦瑶听到后立马嗤笑出声。一个资深柜姐走过来，语气生硬：“先生，如果您不买东西，请不要占用我们的接待资源。那边有休息区。”叶川没理那个柜姐，而是看着面前的实习小姑娘，微微一笑，随即指了指柜台中央的星空，又扫过旁边一整排鹦鹉螺。这款星空还有这一排，我全要了。静，全场死一般的寂静。瑶瑶，你听见了吗？他说他全要了，这些加起来得2000多万吧？这小子是不是送外卖送傻了？孙浩宇爆发出夸张的狂笑声。先生，
请您不要开玩笑，这里是百达翡丽，不是菜市场。如果您再胡言乱语，我就要叫保安了。那个资深柜姐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觉得叶川是在捣乱。先生，那款星空 6102P 售价是280万，而且需要 VIP 排队审核资格。实习小姑娘也吓坏了，结结巴巴地说道：“资格吗？”叶川从那条几十块钱的牛仔裤兜里掏出了一张黑色的卡片，轻轻放在玻璃柜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去刷卡，密码6个8，如果刷不出来，我把这张柜台吃了。叶川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让人无法抗拒的威压。实习小姑娘颤抖着手接过卡，求助似的看向店长。店长是个见过世面的中年男人，刚才一直在观察叶川。当他看到那张黑卡的瞬间，瞳孔猛地收缩成针尖状。那是传说中的百夫长无限黑金卡，不对，这比黑金卡的材质还要高级，这是全球只有10张的至尊龙卡，快去刷！不，把 POS 机拿过来，我亲自刷。装，接着装，拿张理发店的会员卡糊弄谁呢？我看你能刷出什么。孙浩宇还在笑。交易成功。POS 机吐单的声音在这一刻如同上帝的审判。店长看着小票上那一长串令人眩晕的0，差点给叶川跪下。尊贵的先生，2850万交易已完成，这些表我们立刻为您打包，请问是送到您府上还是怎样？不用。店长双手捧着那张黑卡，90度鞠躬，态度卑微到了尘埃里。叶川随手把那块280万的星空表戴在手腕上，晃了晃。其他的，找个袋子装起来，我要拎着走。袋子？店长愣住了，几千万的表用袋子装。孙浩宇和赵梦瑶也彻底石化了。这怎么可能？叶家不是破产了吗？他不是被赶出家门了吗？他刚才刷卡的时候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孙浩宇感觉自己的脸像是被人狠狠抽了一巴掌，火辣辣的疼。他刚才还在炫耀那个150万的假表，人家反手就买了2000多万的真货，还像买白菜一样打包带走。赵梦瑶更是目瞪口呆，看着叶川手腕上那块璀璨夺目的星空表，肠子都悔青了。叶川，赵梦瑶的声音颤抖着，试图挤出一个妩媚的笑容，甩开孙浩宇的手，向叶川凑过去。原来你是在考验我。其实我一直都没忘记你，那个孙浩宇就是死缠烂打追我，我根本不爱他。滚！叶川看都没看他一眼，只丢下一个字。刚才谁说要吃袜子的？他看向脸色惨白的孙浩宇，孙浩宇后退一步撞在柜台上。你想干什么？我爸可是……我对你爸没兴趣。叶川转身向外走去，经过那个看不起他的资深柜姐身边，脚步微顿。先生，这一单的提成全算他的。叶川指了指实习小姑娘。至于你，我不希望下次来还能看到。明白，我现在就解雇。小沈，还不快谢谢这位先生，你今天的提成够在江城买套房了。走出百达翡丽，叶川看了一眼系统面板，已消费2850万，剩余额度7150万，剩余时间1小时20分。他直接走进旁边的阿玛尼旗舰店。先生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这层所有当季新款 L 码的，本阳来3件。隔壁 GUCCI 那几个限量鳄鱼皮箱子拿来装衣服，海蓝织棉全套打包100套，送去给外卖站的兄弟们擦手。接下来的1个小时，整个 SKP 商场陷入前所未有的地震。一个穿着优衣库的神秘神豪以横扫千军的姿态血洗各大奢侈品店，他根本不看价格，只有一句话：刷卡打包。商场总经理亲自带着20个保安跟在身后，专门负责拎东西。孙浩宇和赵梦瑶像2个被遗忘的小丑，呆呆跟在后面。他到底哪来的钱？赵梦瑶指甲掐进肉里，眼睛发红。肯定是不义之财，我要举报他！尊敬的各位顾客，今日 SKP 将提前半小时闭店。有一位尊贵的客人包下了顶层空中花园餐厅，并邀请著名钢琴大师郎朗先生现场演奏。全场哗然，叶川站在2楼扶梯口，嘴角微扬。这也是系统安排的消费项目之一，光这一项服务费就砸了500万。他看了一眼系统面板，任务完成，当前消费金额10050万，恭喜宿主完成初次挥霍成就，奖励发放，现金返利10倍暴击，10亿现金已存入账户，江城 SKP 商场51%股份转让合同已生效，魅力加10，体质加10。叶川愣了一下，4KP 成他的了。商场总经理接到电话，老板，不知老板驾到，有失远迎。我是 SKP 总经理赵志远，您已收购集团51%股份，从现在起，这里您说了算。这一跪把周围所有人都跪傻了。孙浩宇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叶川看着跪在地上的赵志远，起来吧。既然我是老板，
那我现在发布第1条的虎命令。他伸手指向不远处的孙浩宇和赵梦瑶，这2个人影响我购物心情，把他们扔出去。以后和 SK 旗下所有商场禁止这2个人踏入半步。还有那个男的手上戴的假表看着碍眼，帮他摘了。动手！20个保安如狼似虎扑了上去。放开我！不，叶川，我是瑶瑶，我爸不会放过你的，我是你最爱的人啊！你们等着，你们等着，我爸！孙浩宇还在叫嚣，下一秒就被按在地上，强行撸下假表，一脚踩碎，惨叫声渐行渐远。叶川站在扶梯最高处，俯瞰着这属于他的商业帝国。手机响了，陌生号码。喂，是叶川先生吗？我是沈云舒，听说您刚才买下了 SKP， 我现在就在 SKP 楼下的咖啡厅。沈云舒，原来他一直在这儿。好啊，正好我也饿了，不过我不喝咖啡，我想吃麻辣烫。沈总赏脸吗？好，只要您肯见我，吃什么都行。叶川挂断电话，笑容灿烂。看来接下来的游戏会更有趣。江城的夜色像一团化不开的墨，被老城区红星街的喧嚣烫出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洞。一辆挂着江 A88888车牌的劳斯莱斯幻影，像个误入贫民窟的贵族，小心翼翼碾过坑洼积水的路面，停在胖嫂麻辣烫小店门口。自动车门展开，沈云舒走了出来。坐在路边塑料红凳子上的叶川抬起头，手里正掰着一次性筷子。怎么，沈总嫌脏？他身边堆着从 SKP 血拼来的几10个名牌购物袋。叶川吹了吹塑料凳子上的灰，坐吧。这里的牛肉丸是全江城最劲道的。沈云舒深吸一口气，在叶川对面坐下。叶先生真幽默。沈云舒看着叶川，我以为身家100亿随手买下 SKP 的大人物会对用餐环境更有要求。钱是用来让生活更自由的，不是用来给自己套枷锁的。点菜吧，沈总。说好的你请客，别因为便宜就不敢点。沈云舒看着菜单上贡丸2元，海带1元的价格，心情复杂。他调查过叶川，24小时前他还是个为了几块钱在雨里拼命的外卖员，而现在他坐在自己对面，气场深邃的连他这个商场老手都看不到。随便来一点吧。沈云舒放下菜单，叶先生，我们谈正事。关于救了糖糖的事，还有您收购 SK1 的事。嘘，吃饭不谈公事，上位。老板娘，2大碗微辣，多加醋。好嘞，小川啊，今天带女朋友来啊，真漂亮哦。这姑娘看着瘦，得多吃点儿。这顿嫂子请了。沈云舒的脸瞬间红到耳根，连连摆手。不是，我是他债主。叶川笑着接话，顺手拿起醋瓶往沈云舒碗里倒了一大圈。尝尝，这里的灵魂就在这醋上。被叶川这么一打岔，沈云舒那股紧绷的谈判架势瞬间卸了一半。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夹了一块娃娃菜送入口中，辛辣滚烫酸爽，强烈的味觉刺激让他忍不住轻咳一声，眼泪都呛出来了。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叶川递给他一张纸巾，沈云舒接过纸巾，有些狼狈地擦了擦嘴角。那一刻，他卸下了平日里坚不可摧的铠甲，露出一丝鲜活的烟火气。沈云舒突然开口，声音低了几分：“叶川，谢谢你，不仅是救了糖糖，还有，其实 SKP 那边一直在卡我们公司的广告位续约。如果你没有收购 SKP， 沈氏集团下个月的奇新品发布会可能就开天窗了。”叶川一边吃着牛肉丸，一边开启了黄金之瞳，一串串红色数据留在他头顶疯狂跳动。目标：沈云舒，身份：沈氏集团总裁，当前状态：极度焦虑，强弩之末，核心危机1，资金链断裂，被竞争对手天盛资本做局坑杀，资金缺口达8亿。核心危机2，内部叛徒，设计总监周鹏已被天盛资本收买，计划在明早竞标会上泄露核心底价。核心危机3，与家族长老会签下对赌协议，若本季度无法盈利，将被剥夺 CEO 职位，强行嫁给天盛资本大少爷联姻，距离崩溃倒计时12小时。叶川咀嚼的动作顿了一下，惨，太惨了，这哪里是女总裁，简直就是被架在火上烤的唐僧肉。叶川放下筷子，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恕我直言，你现在担心的应该不是发布会场地的问题吧？据我所知，你们公司账面上恐怕连付 SKP 场租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吧？死死盯着叶川。你怎么知道？公司的财务状况是绝密，连副总都不知道。你是商业间谍？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不是间谍。叶川抽出一张纸巾，自然地拉过他的手，帮他擦去手背上的油渍。他的手指修长温热，触碰到沈云舒冰凉肌肤的瞬间，沈云舒像触电一样缩了一下，但并没有抽回手。而且我不光知道你没钱，我还知道你之所以这么惨，是因为你身边出了鬼。鬼？沈云舒脸色煞白。就在这时，沈云舒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来电显示设计总监周鹏。沈云舒看了一眼叶川，叶川做了个请便的手势。他接起电话：“喂，周总监，
明天的标书准备的怎么样了？电话那头传来焦急且愧疚的声音。沈总，出大事了！我们的服务器刚才被黑客攻击了。什么？所有关于绿洲项目的设计原稿和数据全部被锁死销毁了，备份硬盘也坏。沈云舒猛地站起身，动作太大，带翻了身后的塑料红凳子。这怎么可能？我们的防火墙是顶级的，而且备份盘在你保险柜里，怎么会坏？我也不知道，沈总，明早9点就是竞标会，现在重做根本来不及了。天盛资本那边好像早就准备好了方案，我们要完蛋了。手机从沈云舒手中滑落，摔在地上，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瘫软的想要坐下，却忘了凳子已经翻了。就在他即将摔倒在满是油污的地上时，叶川单手扶着他，另一只手极其淡定地捡起地上的手机，对着电话那头还没挂断的李总监说道：“演得不错，奥斯卡欠你一个小金人。”电话那头明显愣住了。你是谁？沈总呢？叶川对着听筒冷笑：“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周鹏，你现在最好祈祷天盛资本给你的那2000万安家费够你买一副好点的轮椅。”说完，叶川直接挂断电话，将手机扔回桌上。沈云舒靠在叶川怀里，浑身颤抖，眼神空洞。此时的她不再是什么冰山总裁，是一个无助到了极点的女人。全完了，那是我们最后的翻盘机会，没了设计稿，明天就是违约，我要赔偿3个亿，沈家会把我吃了的。慌什么？叶川的声音在嘈杂的夜市里显得格外清晰，沉稳中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魔力。他把沈云舒扶正，双手按在他的肩膀上，强迫他看着自己的眼睛。设计稿没了可以再画，钱没了可以再赚，只要人还没死，游戏就没结束。再画来不及了。沈云舒眼眶通红，泪水在打转。只剩不到10个小时，那是几十个设计师熬了3个月的心血。谁说来不及？叶川松开手，转身提起地上的那堆名牌袋子，眼神中闪烁着猎人看到猎物时的兴奋光芒。走，去哪儿？去你的公司。既然那个周鹏说数据毁了，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神迹。今晚我们来玩个捉鬼游戏。半小时后，江城 CBD 沈氏集团大厦，整栋大楼灯火通明，设计部乱成一锅粥，几十个设计师对着黑屏的电脑抓耳挠腮，有人在哭，有人在骂娘。周鹏总监正站在中间，装模作样的指挥技术人员抢修，但眼角的余光却时不时瞥向手表，嘴角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只要拖过今晚，明天沈云舒一倒台，他就能拿着钱去天盛资本当副总了。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阵骚动，沈总来了。周鹏立马换上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迎了上去。沈总，你可算来了，我对不起您啊！然而，他并没有看到预想中崩溃绝望的沈云舒。只见沈云舒大步流星走进来，虽然眼角还有些红，但气场却比平时更加凌厉。而在他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阿玛尼，手里却拎着一袋子麻辣烫打包盒的年轻男人。沈总，这位是……周鹏愣了一下，我是来送外卖的。叶川随手把那一袋子麻辣烫放在会议桌上，然后径直走向周鹏。周鹏被叶川那个眼神盯得心里发毛。沈总，这时候了，您还带外人来捣乱？周总监，你的演技真的有点用力过猛。叶川指了指那排黑屏的电脑，你说服务器被黑客攻击了，数据全毁了。当然，周鹏硬着头皮说道。技术部都在抢修。是吗？叶川转身走到一台主控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了几下。宿主使用神级黑客技术，永久，正在入侵如元网，正在追踪数据流向，正在恢复底层代码。原本乱码的黑框突然开始疯狂跳动，绿色的代码速度快得让人眼花缭乱。旁边的技术主管看傻了，这是什么手速？这是在编写反向追踪程序。不到1分钟，啪！叶川敲下回车键，原本漆黑的大屏幕瞬间亮起，但显示的不是设计图，而是一段监控录像的回放，以及一份详细的聊天记录截图。画面里正是周鹏在半小时前将一个 U 盘插进服务器主机，并且正在给一个被注为天盛赵总的人发消息。搞定了，数据已删除，沈云舒那个蠢女人完蛋了。全场一片死寂，所有设计师的目光像刀子一样齐刷刷刺向周鹏。周鹏的脸瞬间变成了猪肝色。这是合成的，这是诬陷！沈总，你不信我，信个外卖员！沈云舒看着大屏幕，心如刀绞。保安，把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扣下来，立刻报警。是。早已忍无可忍的保安冲上来。沈云舒，你敢抓我？没了我的设计团队，明天你一样是个死！我看你怎么翻盘！周鹏被拖走时还在歇斯底里的狂笑，确实抓了内鬼，解了气，但设计图是真的没了。办公室里再次陷入了绝望的沉默。那个技术主管弱弱地问：“这位大神，既然您能恢复监控，那设计图还能恢复吗？”它是物理粉碎，
恢复不了。叶川摇了摇头，众人的心沉到了谷底。不过，叶川话锋一转，走到会议桌的主位上坐下，打开了一盒麻辣烫，漫不经心地说道：“那些垃圾设计图，毁了也就毁了，用那种东西去竞标，简直是丢人现眼。”你说什么？设计部的总监助理怒了。那是我们3个月的心血。叶川没有理会愤怒的众人，而是看向沈云舒。有画笔吗？还有纸。沈云舒愣了一下，下意识地递过自己的平板电脑和触控笔。你要干什么？叶川接过笔，在手中转了一个漂亮的笔画。此时他的脑海中系统商城再次开启，检测到宿主面临神级救场需求，兑换商品，未来的顶级广告创作图鉴2035版。兑换。叶川的眼中瞬间涌入了无数超越这个时代的色彩、线条与构图，那是一种来自未来的视觉冲击。既然你们觉得那是心血，叶川一边画一边淡淡的说道：“那今晚我就教教你们什么叫真正的艺术。”接下来的1个小时，沈氏集团设计部的所有人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崩塌与重塑。那个被他们视为外卖员的男人，就像一台人形 AI 打印机，他的手速快出了残影，一张张精美绝伦、构思极其炸裂的概念图在屏幕上诞生，光影透视。这是赛博朋克加国潮的完美融合，这个光影处理，天哪，这是神作呀！刚才还质疑叶川的助理，此刻已经跪在旁边给叶川递水。当最后一张主视觉图完成时，叶川扔下笔，揉了揉手腕，屏幕上是一幅名为《重生》的海报，画面中废墟之上，一朵机械玫瑰在暴雨中绽放，那个意境像极了叶川自己，也像极了绝境中的沈云舒。沈云舒看着那幅画，眼泪无声的滑落。叶川，他转过头，看着那个正在低头吃冷掉的麻辣烫的男人，这一刻，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别杆弄得太叶川咽下一口贡丸，图画好了，接下来该去收网了。明天早上的竞标会，我要让那个天盛资本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的吐出来。他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江城的夜景。沈总，敢不敢陪我玩个大的？沈云舒走到他身边，与他并肩而立，眼中再无迷茫，只有坚定的光。有何不敢？哪怕输了，大不了我跟你一起去送外卖。叶川笑了。送外卖那恐怕不行，他侧过头，毕竟我的副驾驶只做老板娘。江城国际会展中心，今天是江城新区地标项目未来之城商业综合体的最终竞标日。这是一块价值100亿的大肥肉，关乎着谁能成为江城未来10年的商业霸主。一辆骚包至极的荧光绿兰博基尼，带着炸裂的声浪，横行霸道的停在了 VIP 专用车位上，甚至还压了线，车门剪刀般扬起。走下来一个穿着白色西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的年轻男人，吴子轩，天盛资本的太子爷。跟在他身后的是一脸谄媚的周鹏，昨晚刚被保释出来的沈氏前设计总监。吴少您放心，沈云舒那边彻底完了。周鹏顶着2个大黑眼圈，脸上的肿还没消，但眼神却异常兴奋。我亲手删的数据，连硬盘都用强磁消服了，除非大罗提前下凡，否则他今天只能拿着白卷来丢人现眼。做得好，等沈家破产了，沈云为那个高傲的女人，还不是任我揉捏？正说着，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缓缓驶入，那是沈云舒的座驾。与周围的超跑相比，这辆车显得过于低调，甚至有些寒酸。吴子轩吹了声口哨，带着周鹏大摇大摆地堵在了车门前。哟，这不是我们的沈大美女吗？车门打开，沈云舒走了下来。经过1夜的煎熬与重塑，他今天的状态出奇的好，那双桃花眼里不再有昨日的焦虑。而在他身后的驾驶座上走下来一个年轻男人，正是叶川。他今天为了配合沈云舒，特意换上了一套深灰色的商务休闲装，没有打领带，却透着一股随性而慵懒的贵气。他手里提着一个银色的金属密码箱。吴少，好狗不挡道。沈云舒冷冷的开口。沈云舒死到临头还嘴硬，听说昨晚你们设计部哭爹喊娘的，连服务器都烧了。怎么，今天来是打算直接宣布弃权，然后求我收购你们公司？他贪婪地扫视着沈云舒的身材，压低声音。其实，只要你今晚来我房间，收购价我可以给你涨1成。还没等他开口，一只手突然伸过来，像赶苍蝇一样，在吴子轩面前挥了挥。那边的那个谁，口臭味收一收，熏着我家老板了。你他妈谁呀？这也是你能说话的地方。区一个司机，吴少，这就是昨晚那个送外卖的，就是他那个乌鸦嘴，坏了我们的好事儿。送外卖的。吴子轩笑了，笑得前仰后合。沈云，你是不是疯了？带着个送外卖的来参加100亿项目的竞标？怎么，你是打算给评委送麻辣烫贿赂一下吗？他开启了黄金之瞳。目标吴子轩，状态极度自信，肾虚2级，随身物品竞标底价文件藏在内兜，一瓶蓝色小药丸，已买通评审团主评委刘教授，约定暗号为摸鼻子，转账记录存在其加密手机中。买通评委有点意思。吴少是吧？
昨晚吃的海狗丸是不是过期了？我看你印堂发黑，今天恐怕要有血光之灾啊！还有，刘教授那种老学究，过口可是很大的，你那点茶水费，小心胃部跑狼。吴子轩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瞳孔剧烈收缩。这小子怎么知道海狗丸？更重要的是，他怎么知道刘教授的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叶川已经拉着沈云舒的手臂，像绕开一堆垃圾一样，径直走向了电梯间。叶川，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他脸色怎么那么难看？没什么，给他算了一卦。沈总，待会儿只管讲你的 PPT， 剩下的交给我。竞标大厅气氛肃杀，5位评审端坐在主席台上，中间那位秃顶的老者正是业界权威刘教授，台下坐满了江城商界的头面人物，长枪短炮的媒体记者更是架满了后排。下面有请天盛资本进行提案演示。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吴子轩带着周鹏走上台。虽然刚才被叶川吓了一跳，但到了主场，吴子轩还是恢复了那副嚣张跋扈的模样。各位评委，各位来宾，我们天盛资本带来的方案是城市绿洲。我们将打造一个集生态、环保、科技于一体的空中花园。随着 PPT 的翻页，台下一片哗然。那是我们原来的方案。他死死抓着衣角，指关节泛白。没错，周鹏虽然删除了苏轼的原文件，但他把复印件带给了吴子轩。现在的城市绿洲，除了名字改了，内容简直就是沈氏集团之前那版设计稿的像素级拷贝。沈云舒咬牙切齿：这个双螺旋结构的空中连廊，我们的原创专利。这种通过光合作用功能的玻璃幕墙，更是我们的独家创意。原创。台下的叶川冷笑一声，拿出手机。系统指令：入侵会场投影系统，连接成功。既然你要玩抄袭，那我就让你抄个明白。这是我们团队历时半年的心血结晶，绝对的独一无二。就在这时，大屏幕突然闪了一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分屏对比界面。左边是正在演示的城市绿洲，右边竟然是沈氏集团3个月前的内部会议记录视频。全场瞬间死寂，紧接着一片哗然。我操！这不是沈氏集团以前的方案吗？连配色都一样，这是直接偷来的吧？天盛资本这么大公司，竟然玩这套！台上的周鹏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声音戛然而止。他惊恐地看着大屏幕，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这是怎么回事？谁签的名？关掉！快关掉！你在干什么？信不信老子弄死你？我没动啊，电脑不受控制了，好像中毒了。还没等他们手忙脚乱地拔电源，大屏幕上突然弹出了一行血红的大字：盗窃者的墓志铭，原创已死。不是因为你们只能捡垃圾。随后屏幕一黑，一切恢复正常。叶川坐在台下，深藏功与名的收起手机，顺便剥了一颗沈云舒给他带的薄荷糖。这算播出事故吗？沈云舒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心中的预期一扫而空。哇！叶川嚼碎了糖块，这叫热场。你看那个刘教授，脸都绿了。果然，评审席上的刘教授此时如坐针毡。原本他是收了钱准备给天盛高分的，现在证据确凿的抄袭摆在几百人面前，他要是敢硬保，明天他的名声就臭大街了。刘教授硬着头皮拿起话筒：喂，天盛资本的方案存在严重争议，暂时再定。下一位，沈氏集团。吴子轩灰溜溜地走下台：小子，是你搞的鬼吧？你给我等着，出了这个门，我让你横尸街头。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等会儿记得多带点纸巾，怕你哭得太难看。沈云舒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此时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有同情，有看好戏，也有质疑。毕竟刚才那一出撞车闹剧，让大家对苏轼的新方案充满了好奇。沈云舒走上台，没有拿 U 盘，也没有带任何纸质资料，他只是静静地站在讲台中央，灯光打在他身上，如同一位即将加冕的女王。各位，沈云舒的声音清冷而坚定。刚才大家看到了所谓的城市绿洲，没错，那曾是我们沈氏集团的废稿。为什么是废稿？因为它太落后了。全场哗然，那个方案虽然涉嫌抄袭，但在业内绝对算得上一流水平。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叶助理，开始吧。叶川点了点头，打开了那个银色的金属箱，但他没有拿出文件，而是拿出了一块拳头大小的黑色晶体，这是系统上兑换的便携式全息投影仪，2035版，售价500万。叶川将晶体放在舞台中央。那是什么东西？评审们伸长了脖子，下一秒，一道幽蓝色的光束冲天而起，瞬间扩散，笼罩了整个会展中心的大厅。原本明亮的会场瞬间暗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悬浮在空中的巨大而真实的虚拟城市，不再是死板的 PPT， 也不再是平面的效果图，所有人仿佛瞬间穿越了时空，置身于一座赛博朋克风格的未来都市之中。巨大的霓虹灯牌在头顶闪烁，甚至能看到虚拟行人在街道上行走的表情。而在这一切的最中央，一座如同盛开的机械莲花般的建筑缓缓旋转，那就是沈氏的新方案——重生莲。天哪，这是什么技术？裸眼3D？
不，这是全工投影！我看到了什么？这是好莱坞大片现场吗？这设计太炸裂了！跟这个比起来，刚才那个城市绿洲简直就是农村茅房。全场沸腾了，记者们疯了一样按动快门，闪光灯将现场照得如同白昼。沈云舒站在那朵巨大的虚拟莲花中，仿佛花中仙子。她伸出手，轻轻拨动虚拟界面，整座建筑瞬间分解重组，展示着内部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商业生态动线。我们不定义未来，我们创造未来。没有任何悬念，这是一场屠杀，一场来自维度的降维打击。刚才还想找茬的刘教授，此刻张大了嘴巴，连假牙都要掉下来。在这种神迹面前，他要是敢说一个不字，恐怕会被现场狂热的观众撕碎。我给满分，这是艺术品，这是划时代的杰作。另一个评审激动地站起来鼓掌，掌声如雷鸣般响起，经久不息。台下的吴子轩面如死灰，瘫软在椅子上。他知道完了，哪怕他有再多的钱，再硬的关系，在这种绝对的实力碾压面前，都成了笑话。赢了。沈云舒看着台下狂热的人群，眼眶微红。他看向叶川，手里把玩着那块价值500万的水晶，对着他眨了眨眼，做了一个口型。老板娘威武。竞标结束，沈氏集团以绝对优势拿下了未来之城项目。消息一出，沈氏原本跌停的股价瞬间拉出一根笔直的一字板，封死涨停。沈总，请问那个全息技术是贵公司自主研发的吗？沈总，那个设计方案的主设计师是谁？能否引荐一下？沈云舒费力地挤出人群，四处张望，他在找叶川。然而那个最大的功臣此刻却不见了踪影。会展中心的后巷，叶川正靠在墙上抽烟，在他的面前跪着2个人，一个是鼻青脸肿的周鹏，一个是瑟瑟发抖的吴子轩。而在他们周围站着10几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彪形大汉，领头的是昨晚刚刚归顺的高利贷刀哥，现在已经是叶川旗下的安保大队长。叶少。爷，我错了，我永远不识泰山。吴子轩此刻哪还有半点嚣张？他看着刀哥手里那根手腕粗的钢管，吓得尿了裤子。你饶了我，我是吴家独苗，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叶川吐出一口烟圈，蹲下身。钱？你觉得我缺钱吗？叶川笑了笑，拿出一张支票，填了一串数字，甩在吴子轩脸上。这是1000万，当做是你刚才那句送外卖的精神损失费。当然是你赔给我，不是我给你。吴子轩愣住，我赔？对啊，我不缺钱，但我讨厌别人欠我钱。刀哥，教教吴少怎么写欠条。利息嘛，就按他在澳门输钱的那个利率算。好嘞，叶少您放心，这业务我熟。刀哥狞笑着逼近叶川，站起身不再理会身后的惨叫声。他刚走出巷子，手机就响了。叶川，你在哪儿？庆功宴马上开始了，你是主角，你不来我不开席。庆功宴就算了，我不喜欢那种场合。叶川看着远处 CBD 大楼上正在滚动的沈氏集团巨幅广告。沈总，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副驾驶的位置给我留着。电话那头的沈云舒沉默了2秒。叶川，我不想要什么副驾驶，我想让你来当这个驾驶员，开一辈子的车。你愿意吗？这是一句近乎表白的话。叶川愣了一下，脑海中的系统突然发出刺耳的红色警报。警告！警告！检测到宿主过度使用未来科技，引起了暗世界组织的注意。S 级危机降临，全球顶级杀手组织黑曼巴已接单，目标叶川，赏金1亿美金。雇主吴家吴子轩支付。倒计时30分钟后，第一波刺杀将到达战场。吴家老狗打了小的，来了老的。他对着电话那头的沈云舒说道：“云舒，庆功宴取消，立刻回家，锁好门窗，把刀哥的人全部调到你家别墅周围，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别出来。”怎么了？叶川，你别吓我。没事。叶川抬头看向远处，天空中那架正在盘旋的黑色直升机。只是有些脏东西需要打扫一下。这一次，我要让整个江城的地下世界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王。那片待拆迁的老工业区里，空气却仿佛凝固成了铅块。那架黑色的直升机并没有直接开火，而是像一只盘旋的秃鹫，在盘旋2周后，悬停在了1000米之外的一栋废弃烂尾楼顶端。叶川站在空旷的十字路口，指尖夹着的香烟已经燃到了尽头。出来吧。叶川随手弹飞烟蒂。作为一个国际顶级的杀手组织，还要像老鼠一样躲在阴沟里吗？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忽然，一声极其细微的破空声，像是死神的一声叹息。若是普通人，此刻已经被那枚特制的穿甲弹掀开天灵盖。但叶川不是普通人，在他的黄金之瞳视野里，那枚以3倍音速袭来的子弹，此刻正拖着长长的热成像尾焰，慢的像一只蜗牛。叶川甚至没有移动脚步，他只是微微侧头，幅度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子弹擦着他的发梢飞过，狠狠地钉入了他身后那根混凝土立柱中，扎出一个碗口大的深坑。
只有这种程度吗？叶川抬起头，目光穿越了500米的距离，精准地锁定了那个躲在广告牌后的狙击手。黑曼吧，也不过如此。500米外废弃大楼顶层，代号蝮蛇的狙击手透过夜视瞄准镜，看着那个依然站在原地，甚至还对着这边竖起中指的男人，冷汗瞬间浸透了作战服。报告队长，1号目标躲开了。重复，他躲开了。那是 M200狙击步枪，距离500米，这怎么可能？闭嘴 ！B 组、C 组动手，近身格杀，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收到。随着命令下达，老工业区四周的黑暗中瞬间窜出了12道黑色的鬼影。他们穿着全套的外骨骼战术装甲，手持带有消音器的战术冲锋枪和高频震动匕首，动作整齐划一，像一群沉默的狼，从四面八方向叶川包抄而来。叶川站在包围圈的中心，脸上没有丝毫惧色，反而露出了一丝嗜血的兴奋。系统，我想买点东西。检测到宿主处于 S 级战斗环境，商城智能推荐已开启，绝对防御护盾，一次性，售价5000万，可抵挡核弹以外的一切攻击，持续10分钟。终结者 T800 体验卡1小时，售价1亿。鼓舞8级全宗师永久，售价2亿。念力控物初级，售价5亿。我选8级拳，2亿资金已扣除，正在灌入8级拳宗师机体记忆，灌输完成。一股恐怖的热流瞬间席卷叶川全身，他的骨骼发出爆豆般的脆响，原本修长的肌肉瞬间紧绷，每一寸肌纤维里都仿佛压缩着足以崩裂山岳的力量。此时冲在最前面的2个杀手已经到，2把闪烁着寒光的高频震动匕首，一左一右，直刺叶川的咽喉和心脏。一个冷漠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太慢了，8级。闪靠！叶川甚至没有出拳，只是肩膀微微一沉，随后猛地向左侧那个杀手撞去，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响。那个穿着凯夫拉防弹衣，甚至加装了外骨骼护甲的杀手，就像是被一辆高速行驶的高铁头正面撞中，整个人像一枚炮弹般倒飞出去，狠狠砸穿了路边的一堵红砖墙。剩下的10个杀手猛地刹住脚步，眼中满是惊骇。开火！别让他近身！队长蝰蛇在耳麦里疯狂咆哮，哒哒哒哒哒，无数火舌瞬间喷吐，密集的子弹如暴雨般向叶川倾泻而去。但叶川动了，8级加持下的身法让他如同一道鬼魅的闪电在弹雨中穿梭。黄金之瞳开启到了极致，每一颗子弹的轨迹在他眼中都是清晰可见的线条，避不开的子弹。他甚至直接伸手，叶川的手指快若闪电，竟然在半空中硬生生夹住了一枚子弹。怪物，他是怪物！现在轮到我了。叶川扔掉子弹，身形暴起。接下来的3分钟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叶川的身影如同死神的镰刀，所过之处必有人倒下。8级拳的刚猛被他发挥到了极致。定心肘、阎王3点手、立地通天炮，每一个动作都简单直接，却蕴含着毁灭性的力量。外骨骼装甲在他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一个杀手试图用火箭筒攻击，结果还没扣下扳机，就被叶川一脚踢断了手臂。火箭筒掉在地上，轰的一声，将那杀手自己炸上天。当最后一名杀手被叶川踢飞后，整个街区重新归于死寂。叶川站在修罗场的中央，身上的阿玛尼西装甚至没有沾上一滴血，只有那双深邃的眼眸里燃烧着尚未褪去的金色火焰。他抬起头看向那栋废弃大楼的顶端，那里还有最后一条大鱼。大楼顶层，蝰蛇的手在颤抖。他当了20年雇佣兵，在菲律杀过军阀，在中东炸过油田，什么狠角色没见过。但像叶川这样徒手在3分钟内全灭一支全副武装的精英小队的，他听都没听说过。撤退！立刻撤退！情报有误！这根本不是 S 级任务，这是 SSS 级送死任务！蝰蛇一边对着耳麦狂吼，准备通过滑索逃生。就在他转身的瞬间，来都来了，不留下来喝杯茶吗？他猛地拔出大腿上的沙漠之鹰，回身就是一枪，枪响了，但叶川消失了。下一秒，蝰蛇感觉手腕一凉，剧痛传来，他的右手连同那把沙漠之鹰齐刷刷地掉在了地上，切口平滑如镜。而在他面前，叶川手里把玩着一片薄薄的沾着血迹的生锈铁片，那是他在地上随手捡的一块易拉罐碎片，摘叶飞花皆可杀人。蝰蛇捂着断腕，惨叫着跪倒在地上，眼中充满了绝望和恐惧。别杀我，我是黑曼巴的亚洲区负责人，你杀了我，黑曼巴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叶川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像看一只蝼蚁。威胁我？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就是别人拿我数不清的东西来威胁我，比如钱。叶川掏出手机，打开了一个界面，那是刚才系统刚解锁的暗网。天眼通权限，黑曼巴秘密组织，总部位于太平洋某公海小岛，总资产约300亿美金。现任首领代号毒王，真实身份是欧洲某没落贵族的私生子。你怎么知道这些？这是最高机密。系统兑换全球顶级黑客神之手升级版，入侵黑曼巴总部账户，冻结所有资金。另外，
给所有的杀手发布一条新的悬赏令。3秒后，蝰蛇的特制通讯器突然疯狂震动起来。不仅仅是他，此时此刻，分布在全球各地的3000多名黑曼巴杀手，同时收到了一条最高级别的红色指令：最高悬赏令，目标吴家全族，重点目标吴子轩及其父吴刁茂，雇主代号 Gold， 赏金10亿美金，附加条款：谁能拿下吴刁茂的人头，谁就是黑曼巴下一任首领。现任首领毒王已被神豪 Gold 以500亿美金收购，现组织已更名为神阀。受够了！蝰蛇喃喃自语，感觉世界观崩塌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人能直接把杀手组织给买下来。怎么不信？如果不信，你可以看看你的银行卡。作为见面礼，我刚才给每个活着的杀手发了100万美金的改口费。蝰蛇的手机响了，到账提醒100万美元。这一刻，蝰蛇看着叶川的眼神变了，不再是恐惧，而是狂热的崇拜。老板，猛地磕头，把地板磕得砰砰响。属下有眼无珠，属下愿为老板赴汤蹈火。吴刁茂那个老东西，我现在就去宰了他。你的手断了，是个废人了。我不养废人。蝰蛇面如死灰。不过叶川话锋一转，我这里有一颗药，吃了它，你的手能长出来，而且你的力量会提升3倍。初期在手，系统商城售价5000万。但这药有毒，每3个月需要服用1次解药。如果你背叛我吃。蝰蛇毫不犹豫地抓过药丸吞了下去。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蝰蛇的断腕处肉芽蠕动，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止血，结痂再生。奇迹，这是奇迹啊！蝰蛇痛哭流涕。叶川转过身，走向大楼边缘，把这里的尸体处理干净。我不希望明天新闻上看到任何关于枪战的报道。还有，通知所有人，吴家我要慢慢玩，别一下子弄死了。先断了他们的资金链，再断了他们的人脉，最后我要让他们跪在沈氏集团门口，求死不能。遵命。今晚之后，吴家在地下世界将被彻底除名。叶川纵身一跃，直接从30层的高楼跳下，在半空中开启了刚兑换的反重力滑翔翼，如同一只巨大的黑蝙蝠，滑翔着消失在夜色之中。半小时后，沈云舒的私人别墅灯火通明，客厅里，沈云舒抱着抱枕蜷缩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但他根本没看进去。旁边的糖糖已经睡着了，眼角还挂着泪珠。叶川，你千万不要有事。沈云舒双手合十，默默祈祷。就在这时，大门传来了指纹锁解锁的声音。欢迎回家。沈云舒猛地弹起来，鞋都顾不上穿，光着脚冲向门口，门开了。抱歉，回来晚了。路过夜市，看这家小龙虾不错，就顺手买了点儿，还是13香的。叶川，沈云舒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直接扑进了叶川怀里，紧紧抱住他的腰，眼泪瞬间打湿了他的衬衫。你去哪儿了？你知道我多担心吗？我听到直升机的声音了，我还以为……傻瓜，我不是说过吗？有些脏东西需要打扫。他抬起头看向窗外的夜空，那里的乌云已经散去，露出了一轮皎洁的月亮。以后，这江城的夜，我说了算，再也没有人伤害你们。叶川，你到底是谁？叶川低头吻去了他眼角的泪珠。我是你的神豪，也是你的骑士。与此同时，江城另一端的吴家豪宅，吴氏集团董事长吴刁茂正坐在书房里，焦急地等待着好消息。怎么还没回信？蝰蛇那个废物在搞什么？吴刁茂把雪茄狠狠按灭在烟灰缸里。突然，书房的门被撞开，管家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满脸惊恐。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慌什么？天塌了吗？吴刁茂怒喝，管家颤抖着递过一个平板电脑。天真的塌了！您看，暗网上全是关于咱们家的悬赏，我们的股票就在刚才，美股盘前暴跌了90%，还有公司的10几个大股东刚才同时打电话说要退股。什么？吴刁茂抢过平板，只看了一眼，顿时感觉天旋地转，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只见暗网首页挂着他那张放大的大头照，下面写着一行血淋淋的字：全网猎杀吴氏一族，赏金10亿美金。谁？是谁干的？吴刁茂嘶吼着，如同濒死的野兽。此时书房的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吴刁茂颤抖着接起，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经过变声处理，却依然透着无尽寒意的声音：吴董晚上好啊，听说你在找黑曼巴杀我，可惜黑北现在姓叶了，好好享受这最后的夜晚吧，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就是你吴家的末日。
电话挂断，吴刁茂手里的听筒滑落，整个人瘫软在椅子上，眼神空洞。窗外原本属于吴家的辉煌灯火，在这一刻仿佛变成了通往地狱的引路灯。江城的清晨通常是忙碌而有序的，但今天整个城市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疯狂。一切源于那个名为神罚的神秘组织。昨晚在暗网上发布的那条悬赏令，10亿美金，这笔足以买下半个非洲小国的巨款，让全球的地下世界彻底沸腾了。吴氏集团总部大楼，这座曾经象征着江城顶级权贵的玻璃摩天塔，此刻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但围在大门口的不是记者，也不是讨薪的民工，而是一群群眼神凶狠、腰间鼓囊囊的不明人士。顶层董事长办公室，吴刁茂仿佛在一夜之间老了10岁。他瘫坐在那张价值100万的黄花梨木椅上，头发凌乱，双眼布满血丝，手里紧紧攥着一部卫星电话。喂，理事长，是我老吴，我不求别的，求您派人来保护我。什么？信号不好？喂。吴刁茂愤怒地将卫星电话砸向落地窗，砰的一声，防弹玻璃被砸出一个白点，映照出楼下的密密麻麻如蚂蚁般的人群。就在这时，办公室那扇厚重的红木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走进来的不是杀手，而是他的秘书。但此刻，这位平日里对他百依百顺的女秘书，正一脸冷漠地抱着一个纸箱子。吴董，这是您的辞职信。秘书把一张纸扔在吴刁茂脸上。我已经帮您打印好了。另外，公司财务部的所有人都已经离职了。你们敢造反？我是董事长，我还没死呢！吴董别天真了，现在的吴氏集团股票已经跌成了废纸，银行冻结了所有资产，连这栋大楼的水电费都欠了3个月。您现在就是个负资产，谁还认您这个董事长？说完，秘书头也不回地走了。临走前，还顺手拿走了桌上那个纯金的笔筒。贱人，回来，把我的金币放下！吴刁茂嘶吼着想要追出去，却被门口2个彪形大汉拦住。那是他花重金请的保镖，其中一个保镖嚼着口香糖。吴董省省力气吧，我们哥俩还没走，是因为有人出了更高的价钱，让我们看着你，别让你们自杀。谁？保镖没说话，只是侧过身，恭敬地让开了一条路。走廊尽头传来了一阵不急不缓的脚步声，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哒哒声，每一下都像是踩在吴家父子的心脏上。一个穿着深蓝色定制西装的年轻男人，挽着一位气质绝尘的冷艳美女，闲庭信步般走了进来。在他身后跟着一大群西装革履的精英，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公文包，看起来像是一个专业的并购团队。早啊，吴董。叶川走进办公室，环视了一圈这个奢华到极致的空间，最后目光落在了吴刁茂那张惨白的脸上。这就是江城首富的办公室，品味有点土啊。叶川随手拿起桌上的金铲，嫌弃的掂了掂，然后啪的一声扔进了垃圾桶。吴刁茂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男人，眼中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叶川，是你发布的悬赏令，你这个恶魔，你到底想干什么？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这么做是犯法。叶川拉过一把椅子，让沈云舒坐下，自己则慵懒地靠在办公桌边缘。昨晚你们派杀手去杀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叶川打了个响指，身后的一名律师走上前，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叠厚厚的文件，摊开在吴刁茂面前。吴董，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叶川先生的首席法务代表。这份是吴氏集团全面资产转让协议。根据我们的核算，吴氏集团目前负债230亿。资产估值因为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目前估值为负50亿。本来这是一家破产清算的公司，但我的老板叶川先生心善，愿意出资收购。收购？你愿意出多少钱？只要你肯撤销悬赏，这公司我给你，全都给你。叶川笑了，他伸出一根手指。100亿。叶川摇头。10亿。吴刁茂咬牙，叶川依旧摇头。1个亿。吴刁茂的心沉到了谷底。叶川收起笑容，从兜里摸出一枚硬币，那是一枚早已停止流通、生锈的1分钱硬币。当啷，硬币在桌面上旋转，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最后倒在吴刁茂面前。买你吴家3代积累的所有基业，包括这栋楼，你名下的所有房产、车子、股票，甚至是你身上这套西装。吴刁茂气得一口血喷了出来，欺人太甚！拍案而起。我就算把这些东西都烧了，捐给乞丐，也不会给你。烧了。叶川眼神一寒，你可以试试。不过我提醒你，楼下那3000多个赏金猎人可是等得很着急。如果我撤回了活捉的指令，你猜他们会怎么冲进来？吴刁茂瞬间僵住了。爸，钱吧，爸，
我想活，我不想死啊！吴子轩崩溃了，爬过来抱住吴刁茂的大腿，哭得鼻涕眼泪全是。看着儿子这副窝囊废的样子，吴刁茂眼中的光彻底熄灭了。吴刁茂颤抖着手拿起了笔，叶川，你好狠！在签字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抽空，奋斗了一辈子的江山，就这样以1分钱的价格卖给了这个曾经被他视为蝼蚁的送外卖。云舒，送你的礼物，喜欢吗？叶川拿起签好的合同，直接递给身后的沈云舒。沈云舒捧着这份沉甸甸的文件，这可是曾经差点逼死沈家的庞然大物啊！现在就这样轻描淡写的成了他的囊中之物。叶川，这太贵重了。沈云舒感觉有些不真实。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再说了，我懒得管这些破公司。以后你就是吴氏集团，哦不，现在叫沈氏神豪第一分公司的董事长了。拍了拍吴刁茂的肩膀，像是在安慰一条丧家之犬。行了，别哭丧着脸。为了庆祝收购成功，我决定再带你们父子俩去体验一下生活。体验什么？吴刁茂有种不祥的预感。购物。叶川打了个响指，系统开启神豪的羞辱式消费模式。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高爽点剧情，任务发布，带着前首付去购物。任务要求在吴家父子面前买光他们曾经想买却舍不得买的东西，并强迫他们当搬运工。1个小时后，江城最大的奢侈品车行，这里陈列着全球最顶级的豪车。以前这里是吴子轩最喜欢装逼的地方，但他每次来也只敢看看那些几百万的入门款。至于展厅正中央那辆价值1亿2000万的布加迪黑夜之声，他连摸都不敢摸。但今天他来了，不过是以搬运工的身份。吴子轩穿着一件被撕破的衬衫，满头大汗的跟在叶川身后，而吴刁茂则像个老奴才一样，唯唯诺诺的低着头。吴少，这辆车眼熟吗？叶川指着那辆布加迪，似笑非笑地看着吴子轩。听说你上次为了这辆车求了你爸半年，你爸都没给你买。吴子轩吞了口唾沫，眼中满是渴望和嫉妒。是的。喜欢吗？喜欢。喜欢就多看2眼。叶川走到车旁，拍了拍车引擎盖。因为以后你只能在梦里开了。说完，叶川转头看向销售经理，刷卡全款，不用试驾了，直接把车钥匙给我。好的，林先生。经理激动的手都在抖。叶川接过车钥匙，然后在吴子轩绝望的目光中，随手把钥匙扔给了身后的刀哥。刀子，这车送你了，以后买菜开这个去，别开那辆破金瓜了，丢人。全场石化，1亿2000万的布加迪买菜车送给保镖。刀哥捧着钥匙，眼泪哗哗的流，当场就给叶川跪下了。老板，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吴子轩此时的心情比吃了屎还难受，他梦寐以求的神车竟然被叶川随手赏给了一个混混。别急，还没完呢。叶川继续往前走。那辆劳斯莱斯买了，那辆法拉利拉华买了，颜色太骚，回去喷成黑色。还有那几辆阿斯顿马丁，给我公司的保洁阿姨每人配1辆，方便他们通勤。短短半小时，叶川横扫了整个车行，消费总额8个亿。吴刁茂和吴子轩跟在后面，手里抱满了各种豪车的赠品、车衣、香水，累得像2条死狗。每看叶川刷一次卡，他们的心脏就抽搐一次。叶川，求求你别买了，我们错了，给我们个痛快吧！吴刁茂终于崩溃，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叶川停下脚步，回头看着这对父子，痛快？当年你们把我赶出叶家，让我在暴雨里送外卖的时候，给过我痛快吗？叶川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刺骨。我说过，我要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刀哥，在，把这2个废物送去警局，告诉局长，给他们安排个豪华单间，另外找几个热情的室友好好照顾他。我听说吴少细皮嫩肉的，应该很受欢迎。明白，林少放心，里面的规矩我都懂。刀哥狞笑着，像拖死狗一样拖着吴家父子往外走。叶川，你不能这样，我是你弟弟啊！哥哥，我错了。吴子轩绝望的惨叫声在展厅里回荡，最后渐渐消失。处理完吴家，叶川长舒了一口气。怎么不开心？沈云舒走到他身边，轻轻挽住他的手臂。没有，只是觉得有点无聊。叶川看着展厅外熙熙攘攘的街道，吴家倒得太快，一点挑战性都没有。沈云舒笑了，你这话要是被别人听到，估计要被打死。那可是吴家江城的天，现在天变了。叶川握住他的手，走吧，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去看看你的新办公室，吴氏集团大楼顶层，那里风景不错，适合谈情说爱。就在2人准备离开时，叶川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没有任何归属地的加密号码。叶川眉头微皱，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却中气十足的声音，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威严。年轻人，不得不说，你这几天在江城闹出的动静很大。叶川眼神微眯，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老人淡淡的说道，重要的是动了吴家。虽然吴刁茂那个废物死不足惜，但他毕竟是我养的一条狗，打狗也得看主人吧。原来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怎么，你也想发悬赏令？叶川毫无惧色，反而有些兴奋，终于来个像样的对手了。悬赏那种低
低级的游戏我不玩。老人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嘲讽。年轻人，虽然你有点钱，也有点身手，但在真正的权力面前，钱只是数字，武力只是莽夫。我是京城陆家的管家，我家少爷对你手里的神豪系统，哦不，是对你那种凭空变出资金的能力很感兴趣。叶川的瞳孔猛地收缩，他知道系统。给个忠告。老人的声音继续传来。3天后，陆家会派人来江城接管吴氏的残局，到时候我希望你能识相点，把你手里的东西交出来，否则你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电话挂断，叶川拿着手机站在原地，久久没有说话。京城陆家，那是夏国真正的顶级门阀，传说中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庞然大物。跟陆家比起来，吴家确实连条狗都不如，而且他们似乎察觉到了系统的存在。叶川，怎么了？谁的电话？沈云舒察觉到了叶川的不对劲，担心地问道。叶川回过神，眼中的凝重瞬间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狂热的战意。没什么，一个自以为是的老头子。叶川将手机放回口袋，看向北方，那是京城的方向。云舒，看来我们的休闲时光结束了，接下来的游戏可能会有点刺激。系统，叶川在心中默念。检测到宿主遭遇世界级危机前兆，系统升级任务触发，进击的神豪任务目标在陆家降临前，将自身势力、财富、武力、人脉提升至霸主级。当前奖励预知未来科技军工厂初级图纸1份。此时招募令可招募100名绝对忠诚的基因战士，资金无限流模式，限时24小时，所有消费无论金额大小，不仅不扣钱，反而双倍返利。听到第3条奖励，叶川笑了，笑得肆无忌惮，笑得猖狂至极。无限流，双倍返利。陆家是吧？想玩经济封锁，那我就用钱把你们陆家的京城砸出一个窟窿。叶川拉起沈云舒的手，大步走向那辆刚买的布加迪。走，去花钱。今晚我要让整个江城的 GDP 翻一番。凯撒皇宫号邮轮，这是今晚世纪慈善晚宴的举办地。虽然名义上是慈善，但这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与国内买办势力的一次秀肌肉大会。主办方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而协办方赫然写着京城陆家。这一次的规格远超之前的任何一次，出入的不再是江城的土老板，而是来自华尔街的巨鳄、欧洲的贵族以及国内顶级的世家子弟。当叶川那辆黑色的红旗19停在红毯尽头时，无数闪光灯亮起。叶川挽着盛装出席的沈云舒走下车。沈云舒今晚穿着一件由叶川亲自设计的星空流光礼服，系统兑换的未来材质，裙摆随着走动仿佛有银河在流动，瞬间秒杀了现场所有的好莱坞女星和名媛。这就是那个叶川，听说他造出了6代引擎，真的假的？得罪了罗斯柴尔德和陆家，今晚估计是他的鸿门宴。周围的窃窃私语声不断，叶川置若罔闻，带着沈云舒径直走进宴会厅。宴会厅内金碧辉煌，但在大厅的正中央却摆放着一个巨大的展台，上面盖着红布，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外国保镖，那是今晚的压轴拍品。一个阴冷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只见一个穿着唐装，手里攥着2颗铁胆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他身后跟着一脸怨毒的陆家豪，以及那个刚才被叶川气跑的亨利。这中年男人正是陆家的2号人物，陆家豪的叔叔，人称笑面虎的陆成渊。林先生久仰大名。陆成渊皮笑肉不笑地拱了拱手。我是陆成渊，听说我那个不成器的侄子在江城受了你不少照顾。照顾谈不上，叶川淡淡的说道，只是帮他修了修车，顺便教了教他做人的道理。陆家豪气得想冲上来，被陆成渊拦住。年轻人，嘴皮子利索是好事，但有些东西是靠嘴皮子守不住的。陆成渊指了指那个展台，今晚这场拍卖会是亨利先生特意为你准备的，希望你的钱包能像你的口气一样硬。说完，3人发出一阵意味深长的笑声，转身走向 VIP 席位。他们想干什么？沈云舒有种不祥的预感。不管他们想干什么，叶川眼神微冷，今晚他们1分钱都别想带走。晚宴开始，在经过冗长的致辞后，重头戏拍卖环节终于到来。前几件拍品都是些珠宝字画，虽然价值不菲，但叶川都没出手，他在等那个所谓的压轴。终于亨利走上了拍卖台，亨利脸上带着复仇的快意，目光死死锁定了台下的叶川。今晚最后一件拍品是一件流失海外100年的夏国国宝。他猛地掀开红布，全场发出一声惊呼，展柜里赫然是一尊沾着泥土却依然威严赫赫的青铜龙头。那是圆明园12生销售手中最为神秘至今下落不明的龙首。这尊龙首是我们家族在10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亨利特意加重了战利品3个字，这对于在场的每一个夏国人来说都是赤裸裸的羞辱。起拍价10亿美金，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亿。亨利挑衅地看着叶川，林先生，听说你是个爱国商人，现在证明你爱国的时候到了。如果不买，这尊龙首明天就会被送进博物馆，永久标注为征服东方的剑。台下的夏国商人们炸锅了，无耻，这是抢劫，太嚣张了，这是在打我们的脸。10亿美金，这也太贵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叶川身上，这是一个死局，买就是被当猪仔给西方资本输血，不买就是坐视国宝受辱，
身败名裂。陆成渊在旁边冷笑道：“叶川，怎么不叫价呀？你的无限资金呢？你的爱国情怀呢？别是个怂包吧？”叶川缓缓站起身，他整理了一下西装扣子，目光平静地看向台上的亨利。10亿美金。叶川举起手中的号牌，我出100亿。全场死寂，100亿美金，就连亨利都愣住了。他本来只想坑叶川几10亿，没想到这家伙直接翻了10倍。叶川，你疯了！沈云舒拉住他的衣袖，那是这帮强盗的陷阱，这钱给了他们，他们就翻身了。放心，叶川拍了拍他的手，给不给不是他们说了算。台上的亨利反应过来，心中狂喜，有了这100亿美金，家族的危机不仅能解除，还能大赚一笔。100亿一次，100亿2次，成交！亨利迫不及待地落锤。林先生，请立刻转账，我们只接受 SWIFT 系统的及时到账。他早就安排好了，只要叶川的资金一进入 SWIFT 系统，他就会利用权限先把钱吞了，然后以反洗钱的名义冻结交易，最后国保不给，钱也不退，这就是流氓的最高境界。叶川拿出那张黑卡，递给了走回来的工作人员，大屏幕上显示出了转账界面。就在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那笔天文数字划转的时候，突然大屏幕闪烁了一下，变成了一片血红。警告：交易失败，错误代码404，您的银行已被收购。什么？亨利傻眼了。什么叫银行被收购？这可是大西洋联合银行，是我们家族自己的银行。叶川站在台下，双手插兜，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不好意思，亨利先生，就在刚才拍卖开始的前1分钟，这100亿美金在美股2级市场上完成了对大西洋联合银行的强制邀约收购。也就是说，叶川指了指那个 POS 机，我现在是用我自己的钱，在我自己的银行里左手倒右手，而你作为这家银行的前任股东，因为涉嫌重大财务造假和挪用储户资金。叶川打了个响指，宴会厅的大门被撞开，一群穿着国际刑警制服的人冲了进来，为首的一名警官举着一张红色的通缉令。亨利·罗斯柴德，你涉嫌操纵股市、洗钱及商业诈骗，被捕了。什么？不，这不可能！亨利看着冲上来的警察，彻底崩溃。我是罗斯柴尔德，我有豁免权。陆先生，救我！陆先生！他看向陆成渊，然而陆成渊此时早已脸色铁青，坐在椅子上一动不敢动，因为他感觉到有几道红色的激光瞄准点死死地锁在他的眉心，那是暗影军团的狙击手。带走。叶川挥了挥手，亨利像条死狗一样被拖了下去，那尊龙首被留在了台上。叶川走上台，单手拎起那尊沉重的青铜龙首，战利品。叶川看着台下那些目瞪口呆的外国资本家，声音如雷霆般炸响。继从今天起，攻守一行了，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会一件件拿回来，不管是买还是抢。台下爆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无数夏国商人热泪盈眶。这一刻，积压100年的憋屈终于宣泄而出。沈云舒看着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男人，眼中满是痴迷。这就是他的男人，以一己之力对抗世界，还能赢。然而，就在全场欢呼的时候，叶川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了系统前所未有的提示音：检测到宿主完成粉碎旧资本成就，系统正在进行终极升级，升级完毕，神豪系统 3.0 版本，位面主宰已开启，解锁新功能，位面商城不再局限于地球科技，开放1级宇宙文明科技，反物质能源基因锁开启页，空间折叠技术，主宰领域在宿主方圆100米内拥有绝对的物理规则修改权，如重力翻倍，时间停滞1秒。最终任务开启，全球财阀大清洗。叶川看着这些新功能，眼中的金光暴涨，甚至连周围的空气都因为能量溢出而产生了肉眼可见的波纹。位面主宰。就在这时，陆成渊突然站了起来，他看着叶川，不仅没有恐惧，反而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叶川，精彩，真的很精彩。陆成渊拍着手，慢慢走向叶川。看来传装是真的，你身上真的有那个东西。本来我们陆家还想留你一条命，当个赚钱的工具，但现在看来，你已经成长到不可控的地步。陆成渊从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遥控器，知道这是什么吗？这艘凯撒皇宫号邮轮已经被我们埋下了3吨的液体炸药，让我按下去，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什么黑科技，都会在瞬间化为灰烬。叶川，把你的系统交出来，或者让这一船的精英，还有你心爱的女人给你陪葬。全场的欢呼声戛然而止，沈云舒脸色惨白。疯子，陆成渊，你疯了！这船上还有几百名无辜的人。无辜？陆成渊狂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只要能拿到神豪系统，别说几百人，就算死1半江城人也是值得的。叶川，跪下，把系统剥离出来，否则我就按了。陆成渊的手指搭在了红色的按钮上，叶川看着他，就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时间停滞。叶川轻轻吐出4个字：主宰领域开启，时间停滞1秒。整个世界突然变成了灰白色，飞溅的唾沫，惊恐的表情，海浪的起伏，甚至陆成渊手指按下去的动作，全部定格在这一瞬间。叶川动了，他像是在逛后花园一样，慢悠悠地走到陆成渊面前，伸手拿走了他手里的遥控器，然后反手一巴掌抽在陆成渊脸上。时间恢复流动，陆成渊只觉得眼前一花，手里的遥控器不见了，紧接着半张脸传来剧痛，整个人像陀螺一样原地转了3圈，
几颗牙齿混合着血水飞了出来。陆成渊捂着脸，惊恐地看着几米开外正在把玩遥控器的叶川。你是人是鬼？你怎么做到的？刚发生了什么？瞬移！叶川捏碎了遥控器，碎片簌簌落下。我说过，在这个领域里，我是神。叶川走到陆成渊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陆家二把手。陆家该落幕了。今晚这艘船不会沉，但陆家这艘破船沉定。今晚的宴会继续，不过接下来的节目是审判。勾结境外势力，意图谋杀功臣，在公共所安置炸弹，证据确凿。龙一在，把他扔下去喂鱼。是。不，叶川，你敢！我是陆家的人，我大哥是……扑通一声，巨大的落水声终结了陆成渊所有的叫嚣。江水冰冷，深不见底，就像叶川此刻的眼神。他看向北方，陆家最后的底牌也没了，接下来该去京城收那笔最大的账了。沈云舒走到他身边，紧紧握住他的手，虽然手心还在颤抖，但眼神却无比坚定。我和你一起去。叶川反握住他的手，看着手中那尊代表着王权的龙首。好，我们要去拿回的不仅仅是一个公道，还有一个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京城的深秋萧瑟肃杀，位于西山脚下的陆家老宅，这座见证了3个朝代更迭，在无数权谋斗争中屹立不倒的庞然大物，今日却被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所笼罩。天空阴云密布，低垂的仿佛触手可及。陆家正厅中义堂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陆家现任家主曾经跺尾跺脚就能让京城抖三抖，陆冠老爷子此刻正端坐在太师椅上，但他手中那2颗盘了半辈子的狮子头核桃已经被捏成了粉末。在他下方跪着刚刚逃回来的陆家豪，而在大厅两侧坐着7、8个气息内敛、太阳穴高高鼓起的老者。这些人是陆家的底蕴，陆氏8部众，每一位都是古武界的宗师级人物。爷爷，二叔他被扔进江里喂鱼了。陆家豪浑身还在止不住的颤抖。陆冠反手一拐杖，混账东西，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陆冠站起身，虽然年过80旬，但那股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杀气依然让人胆寒。妖法，这世上哪来的妖法？不过是某种未知的超高科技罢了。他环视四周，目光如鹰隼般锐利。我陆家屹立京城100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当年8国联军进国都没能灭了陆家，他一个暴发户，凭什么传我家主令？陆冠猛地顿了一下拐杖，地板砖瞬间碎裂。启动天网防御系统，那是我们花200亿从西方黑水公司买来的激光防御阵列，连巡航导弹都能拦截。大众听令，守住内院，只要那个姓叶的敢踏进大门半步，格杀勿论。陆冠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决绝，把后山禁地里的那个东西放出来。既然他想玩非人类的手段，那老夫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怪物。听到那个东西，在场的8位宗师级强者脸色同时一变，眼中流露出深深的忌惮，甚至是恐惧。就在这时，9天之上突然传来一阵沉闷的雷声，但这雷声并不像是自然界的打雷，倒更像是某种巨型引擎在低空压迫大气层所产生的音爆。陆家老宅的所有人下意识地冲出大厅，抬头望向天空。下一秒，所有人的瞳孔骤然收缩，只见头顶那厚重的乌云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硬生生撕开了一个大洞。一艘通体漆黑、造型宛如一把利剑的巨型飞行器无声无息地悬浮在陆家大院的上空，它遮蔽了天日，将巨大的阴影投射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没有螺旋桨，没有喷气孔，就是那样静静地悬浮着，违背了所有的物理常识。那是系统商城兑换的星际穿梭机，天法号民用乞丐版。虽然是乞丐版，但用来震慑地球上的土著已经足够了。这是什么？陆家豪瘫坐在地上，尿了一地。这就是叶川的座驾，是外星人。他真的是外星人！陆冠的手也在抖，但他还是强撑着一口气，对着对讲机狂吼：防空组开火，把他给我打下来！陆家大院四周的假山突然裂开，露出了4座充满科幻感的激光炮台和6组防空导弹发射器，火光冲天，6枚热追踪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呼啸着冲向空中的黑色巨舰。紧接着4道高能激光束也如同死神的光剑直刺舰体腹部，这是陆家最后的一仗，也是足以摧毁一支现代化装甲师的火力。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攻击，那艘黑色飞船甚至连护盾都没有开，只是在舰首位置亮起了一道蓝色的微光。系统指令开启物理规则修正，动能消除。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6枚以3倍音速飞行的导弹在距离飞船还有100米的时候，突然像是耗尽了燃油的烟花，速度瞬间归零，就这样直挺挺的自由落体般掉了下来。导弹落在陆家大院的空地上、假山上、鱼塘里，剧烈的爆炸声瞬间吞没了陆家的防空阵地。至于那4道激光束射在飞船表面，就像是手电筒照在了镜子上，直接被折射了回去。4座激光炮台瞬间被自己的激光融化成了一堆铁水。仅仅一个照面，陆家引以为傲的100亿防线自爆了，烟尘散去，陆家大院一片狼藉，到处是残垣断壁和哀嚎的保镖。陆冠站在忠义堂门口，满脸灰土，眼神呆滞，他引以为傲的天网就这样没了。就在这时，
天空中的飞船底部缓缓打开一道舱门，两个人影从千米高空一跃而下，没有降落伞，没有滑翔翼，就是自由落体。疯子，那是自杀！陆家的一位宗师惊呼，但在距离地面还有10米的时候，两人下坠的身势突然违背惯性的移动，然后轻飘飘地落在地上，连一点灰尘都没有激起。叶川还有沈云舒，叶川穿着一身黑色的风衣，里面是那套在江城穿过的休闲西装，而沈云舒则换上了一身利落的白色战术服，手里提着那个装有龙首的箱子。两人并肩而立，站在陆家大院的废墟中央，宛如一对降临凡间的神奇。叶老爷子初次见面。叶川抬头看着台阶上那个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的陆冠，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这见面礼动静还可以吧？陆冠指着叶川，气得一口血哽在喉咙里。叶川，这里是京城，是天子脚下，你敢公然动用重武器袭击民宅，你这是造反！袭击！叶川摊了摊手，老爷子，你眼花了吧？明明是你们陆家私藏违禁武器，操作不当，发生了殉爆，我可是热心市民，特意赶来救火的。说着，叶川打了个响指，龙一把视频发给安全局。是。空气中传来龙一的声音，刚才发生的一切早已被飞船上的全息摄像头记录下来，确实是陆家先开火，然后导弹自己掉下来炸了自己。叶川连手指头都没动一下。你无耻！陆冠气得浑身发抖，比起你们陆家做的事，我还差得远。叶川脸色一冷，迈步向前，上8步骤，给我杀了他！陆冠嘶吼道。那8名一直在观望的宗师互相对视一眼，虽然叶川的出场方式很吓人，但作为武者的尊严，让他们不相信这世上有杀不死的凡人。小子，休得猖狂！老夫铁砂掌！一名身材魁梧的老者怒吼一声，脚踏地砖，身形如炮弹般冲向叶川，一双漆黑如铁的手掌带着腥风直拍叶川天灵盖，这一掌足以开碑裂石。叶川看都没看他一眼。系统能力重力倍增100倍，跪下！叶川轻声吐出2个字，那个还在半空中的宗师身体突然像被一座无形的大山压住，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他整个人以一种极其惨烈的姿态狠狠地砸在了地上，不是跪是砸，膝盖骨瞬间粉碎，地面被砸出一个深坑，整个人像一张贴画一样贴在坑底，昏死过去，全场死寂。剩下的7名宗师硬生生刹住了脚步，满脸惊恐地看着这一幕。言出法随，这是什么境界？陆地神仙还要上吗？叶川环视一周，我不介意把这里变成一个停尸房。7名宗师面面相觑，忽然极有默契地向后退去，然后转身就跑开。什么玩笑？这一看就不是人类能抗衡钱，虽然好，但命更重要。一群废物！陆冠看着四散逃窜的供奉，气得差点脑溢血。此时叶川已经走到了忠义堂的台阶下，他没有直接进去，是对身后的沈云舒招了招手。云舒，把东西给他。沈云舒走上前，将那个箱子放在地上打开，那尊威严的青铜龙首静静地躺在里面，目光仿佛在审视着这个腐朽的家族。陆冠，叶川的声音冷漠如冰。这东西本来是你们陆家勾结外人，想用来羞辱国人的工具。现在我把它带回来了，把它放在这里，不是送给，而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叶川一步踏上台阶，逼视着陆冠。龙是用来敬仰，不是用来卖。你们陆家不配这个院子里住着。陆冠看着那尊龙首，又看着步步紧逼的叶川，眼中的恐惧终于变成了绝望的疯狂。好，陆冠发出一阵夜宵般的怪笑。叶川，你以为你赢定了？你以为你有高科技就能主宰一切？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陆冠猛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刻满诡异符文的黑色鼓哨，狠狠吹响，凄厉的哨声瞬间穿透了整个后山。紧接着大地开始震颤，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从后山的禁地里涌出，一声非人的咆哮响彻云霄。只见后山的围墙轰然倒塌，一个足有3米高，浑身覆盖着黑色鳞片，双眼血红的人形怪物四肢着地，如同一辆失控的坦克般冲了出来。所过之处草木枯萎，地砖被腐蚀。这时沈云舒脸色一变，生化怪物。叶川，见识一下吧！陆冠狂笑，这是共济会给我的终极兵器暴君，它是用远古生物基因和 T 病毒变异体融合而成的，它没有痛觉，力大无穷，而且身上带着剧毒。暴君咆哮着锁定了叶川，猛地跃起，那双足以撕裂坦克的利爪直扑叶川的面门。面对这只生化怪物，叶川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波动，那是嫌弃。这就是你的底牌？叶川摇了摇头，太丑了。就在暴君的利爪即将触碰叶川鼻尖的一刹，那叶川的右手突然抬起，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光芒，他的手中只是凭空多出了一把看似普通的光剑。不，那不是光剑，那是高频粒子切割刀家用切菜板。滋一声轻响，叶川的手臂挥过一道优美的弧线，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定格。暴君庞大的身躯从叶川头顶越过，重重地落在叶川身后的地上，并没有爆炸，也没有血肉横飞，只是在那个怪物的腰部出现了一条细如发丝的红线。1秒后，那个号称刀枪不入、力大无穷的终极兵器上半身缓缓滑落，切口平滑入镜，甚至连里面的内脏切面都清晰可见，被高温瞬间碳化封死，连一滴血都没流出来。秒杀，真正的秒杀。
陆冠的狂笑声戛然而止，嘴巴张大到足以塞进一个拳头。他看着地上那2节还在抽搐的尸体，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那可是共济会花了10亿美金打造的怪物啊！扛住火箭弹轰击的怪物，就像切豆腐一样被切了。叶川收起栗子刀，拍了拍手，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走到已经彻底瘫软的陆冠面前，一脚踢开那根象征着家主权力的龙头拐杖。还有吗？叶川俯下身，看着陆冠那双浑浊且充满恐惧的老眼。如果没有了，那就该算算账。当年你们陆家联合吴家做局，坑害我父亲，逼死他，吞并叶家产业，这笔账怎么算？刚才你让人用导弹轰我，想杀我灭口，这笔账又怎么算？陆冠颤抖着，嘴唇哆嗦。我愿意赔钱，陆家所有的钱都给你，几千亿都给你，求你留我一条狗命。钱？叶川笑了。叶老爷子，你可能忘了，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叶川站直身体，看向天空。此时那艘悬浮在头顶的天罚号飞船突然投射下一道巨大的全息光幕，光幕上是一份份详尽到极致的罪证：陆家贩卖国家情报的证据，陆家洗黑钱的账目，陆家暗杀竞争对手的录音，甚至还有陆冠刚才下令使用违禁武器的监控视频。与此同时，京城的大街小巷，所有的户外大屏幕、手机、电脑全部被强制弹窗，同步直播着这些证据，全城哗然，全国震动。不要！陆冠看着光幕上的内容，彻底绝望。这是要让陆家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啊！这比杀了他还要狠。杀人诛心，叶川淡淡的说道。陆冠，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引以为傲的百年基业是如何在人民的唾沫星子里轰然倒塌的。这时远处传来了密集的警笛声，这一次不是陆家叫来的保护伞，而是由最高层直接下令，全副武装的特勤部队以及军事法庭的执法队。陆冠，你涉嫌叛国罪、反人类罪，现依法对你进行逮捕。随着冰冷的手铐戴在陆冠的手腕上，这位叱咤风云半个世纪的枭雄终于低下了他高傲的头颅。他被押上警车的那一刻，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叶川正坐在他那儿把象征着无上权力的太师椅上，怀里搂着沈云舒，手里把玩着那尊龙首，正对着他举杯示意。那是胜利者的姿态，也是新王的登基。陆家倒了，倒得彻彻底底，连根拔起。随着陆家核心成员的全部落网，以及其背后保护伞的清洗，整个京城的势力格局在一夜之间重新洗牌，而叶川成为了那个唯一的禁忌。深夜，陆家老宅暂时作为叶川的落脚点。叶川站在后山的悬崖边，看着脚下灯火通明的京城。沈云舒给他披上一件大衣。在想什么？大仇得报，不开心吗？叶川摇了摇头，握住他的手。陆家虽然倒了，但事情还没完。刚才那个怪物暴君，那是西方共济会的手笔，而且……叶川从怀里掏出那个从陆冠身上搜出来的黑色骨哨，眼神凝重。这个骨哨的材质不属于地球，它是用某种高维生物的骨骼打磨成的，里面蕴含着一种连系统都无法完全解析的能量波动。系统刚才提示我，地球的坐标可能已经暴露。沈云舒一惊，暴露给谁？叶川抬头看向浩瀚的星空，那些真正的掠食者。就在这时，叶川脑海中的系统突然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刺耳警报。警告！警告！位面壁垒出现裂痕，检测到深渊气息入侵，坐标太平洋中心，目标夺取位面主宰核心及宿主。叶川的瞳孔中金色的数据流疯狂跳动，他深吸一口气，捏碎了手中的骨哨。看来没时间休息了。云舒，通知龙一、暗影军团全员集合。另外，启动天罚号的所有武器系统，我们去太平洋。有些客人远道而来，我得去好好招待一下。太平洋中心尼莫点，这里是地球上距离陆地最远的海洋难抵极，被人类称为航天器的坟场。然而今天，这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海域，却沸腾的如同地狱的油锅。万米高空之上，漆黑如墨的天罚号星际穿梭机正悬停在云层之中，开启了光学隐形模式。驾驶舱内，叶川站在全息投影台前，俯瞰着下方的海面。在他身旁，沈云舒穿着一身贴身的纳米作战服。尽管他已经见识过叶川的种种神奇，但此刻看着全息屏幕上显示的数据，依然感到头皮发麻。这是什么？海底有一座城市。沈云舒指着屏幕上那密密麻麻的热源信号，屏幕显示在尼莫点下方的深海3000米处，赫然矗立着一座巨大、散发着悠悠绿光的金字塔状建筑群。它的规模甚至超过了江城，无数潜艇和水下机甲正像工蚁一样在周围忙碌穿梭。这就是西方隐秘组织共济会真正的总部——亚特兰蒂斯要塞。他们藏得挺深。叶川看着那个巨大的金字塔，眼中的金光流转。系统分析显示，这座基地的能量核心正在进行某种高维度的空间共振，他们在召唤东西。召唤什么？暴君只是看门狗，他们这次要召唤的是狗的主人。就在这时，龙一的声音通过神经连接直接响起：“老板，敌方发现我们了，海面防御系统已激活。”话音未落，原本平静的海面突然剧烈翻滚，海水炸裂，12根直径超过10米的巨大金属柱从海面升起，直插云霄。紧接着，一道道刺目的高能离子光束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巨网，瞬间锁定了云层中的天罚号。警告：检测至高能打击，能量等比核爆级。飞船的人工智能发出刺耳的警报。终于肯露头了吗？叶川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冷笑。既然他们想玩星球大战，那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降维打击？系统兑换行星级轨道炮上帝之焰一次性体验版，扣除资金5天击武器已就位。叶川抬起手，对着下方的海面轻轻虚按。神说要有光。3万公里之外的太空轨道上，一颗伪装成气象卫星的巨大无合金动能武器平台突然调整了姿态，一根长达6米、重达数吨的高密度钨棒，在电磁轨道加速下，以20倍音速的恐怖速度向着地球坠落。大气层被瞬间撕裂，钨棒摩擦产生的超高温，让它变成了一颗坠落的太阳。几秒钟后，太平洋海面那12根还在喷吐死光的金属柱，连同方圆10公里的海水，在一瞬间被一道从天而降的毁灭光柱彻底蒸发。一声迟来的巨响，震碎了千里之外惊疑的耳膜。巨大的冲击波掀起了100米高的海啸，向四周疯狂扩散。而那座深藏海底的亚特兰蒂斯要塞的能量护盾，在这一击之下剧烈闪烁，如同狂风中的烛火濒临熄灭。海底要塞内部核心议事厅，这座大厅极其宏伟，四周的墙壁上雕刻着不可名状的古神图腾。12名身穿红袍、戴着黄金面具的老者正围坐在一张圆桌旁，他们是共济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真理12人。此刻，这些平日里操控着全球金融、战争、瘟疫的幕后黑手们，正看着头顶不断崩塌的天花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上帝之杖，那是上帝之杖！一名长老惊恐的尖叫：“那是只存在于概念中的武器，那个叶川怎么可能拥有？难道他是来自更高维度的文明观察者？”必须加快仪式。坐在首位的大长老声音嘶哑，他的面具下露出半张溃烂的脸，上面蠕动着黑色的触须。只有召唤深渊巨柳降临，我们才能活下去，哪怕献祭整个地球，也要保住我们的永生。献祭开始，12名长老同时割破手腕，将鲜血滴入圆桌中央的一个黑色漩涡中。随着鲜血的注入，那个漩涡开始疯狂旋转，一股令人作呕的邪恶气息瞬间爆发，直接穿透了海底要塞的核心外壳，直冲海面。海面上空，叶川皱了皱眉，好恶心的味道。他能感觉到海底有一股极度邪恶的能量正在苏醒，那股能量不属于地球，带着一种吞噬一切的饥饿感。云舒，你留在飞船上，开启所有护盾。叶川转头对沈云舒说道：“接下来的战斗可能会有点脏。”你要下去？沈云舒拉住他的手：“太危险了，那是海底3000米。”叶川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放心，我有深海战甲。”说完，叶川走到舱门边，纵身一跃，系统启动海神波塞冬战甲，装备已覆盖。半空中，无数蓝色的纳米金属流覆盖叶川全身，瞬间化作一套流线型的深蓝色战甲。手持3叉戟，背后的推进器喷射出幽蓝的离子焰。叶川如同一枚鱼雷，狠狠扎入沸腾的海水中。入水的一瞬间，周围的海水仿佛遇到了君王，自动向两侧分开。叶川在水中加速，速度甚至超过了超空炮鱼雷。前方那座巨大的金字塔要塞已经清晰可见，而在要塞的周围，数以万计的生化怪物，长着鱼鳃的暴君，半机械化的巨齿鲨，甚至还有人形的章鱼怪，正如同蜂群般向他涌来。砸碎！叶川手中的3叉戟猛地一挥，主宰领域绝对零度。以叶川为中心，方圆1000米内的海水瞬间冻结，无数冲过来的怪物还没来得及张嘴，就被冻成了栩栩如生的冰雕。叶川身形未停，直接撞碎了无数冰雕，像一颗陨石般狠狠撞击在要塞的能量护盾上。3叉戟尖端爆发出刺眼的金光，那是反物质湮灭能量，坚不可摧的能量护盾如同气泡般破碎。叶川去视不见，直接贯穿了要塞的外壁，轰然砸进了核心议事厅，烟尘散去。叶川提着3叉戟从废墟中走出，12名正在举行仪式的长老被巨大的冲击波掀翻在地，一个个灰头土脸。继续啊！叶川一脚踩碎了那个大长老的面具，露出了下面那张人不人鬼不鬼的脸。怎么不念咒啊？是不是忘词儿了？大长老惊恐地看着叶川，身体里的黑色触须疯狂舞动，试图攻击叶川。随手一击，将大长老钉死在地上。金色的能量顺着3叉戟涌入，那些触须在惨叫声中化为灰烬。别急着死。叶川冷冷地看着剩下的11个长老，告诉我深渊到底是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引狼入室？晚了，已经晚了！一名长老突然狂笑起来，指着圆桌中央那个黑色漩涡。门已经开了，领主大人已经注视到了这里，你们都要死，都要成为领主的养料。话音未落，那个黑色漩涡突然剧烈膨胀，瞬间吞噬了整个圆桌，然后化作一道通天的黑色光柱，直接击穿了要塞的穹顶，直插云霄。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战力感席卷全场。叶川猛地抬头，只见那个黑色光柱中，一只巨大布满鳞片和眼睛的手掌缓缓探了出来。那手掌太大了，光是一根手指就有100米长。紧接着是一颗硕大无比的头颅，那是一张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脸，长满了复眼，嘴里流淌着绿色的酸液。系统红色的警告框几乎占满了叶川的视野。3级文明。叶川深吸一口气，有点意思。那个巨大的怪物并没有完全钻出来，只是探出了半个身子，就已经几乎填满了整个海底空间。他那无数只复眼死死盯着叶川，发出了一种直接作用于脑电波的声音。系统拥有者找到。那的声音如同亿万只虫子在脑子里爬行，让人精神崩溃。找我？叶川挑眉，怎么想继承我的花呗？交出原种，否则毁灭。
怪物咆哮着，巨大的手掌向叶川抓来，这一抓带着禁锢空间的法则力量，避无可避。叶川感觉周围的空间仿佛凝固了，身体根本动弹不得。这就是3级文明的力量，涉及到规则层面了。叶川，小心！通讯器里传来沈云舒惊恐的尖叫。别慌。叶川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系统，我想买个卦。宿主请讲。我要买这个位面的所有权。系统沉默了1秒，似乎被叶川的脑洞震惊了。回答宿主，购买整个地球位面的所有权需要资金100万亿神好点，宿主当前余额不足。谁说我要买地球了？叶川猛地睁开眼睛，眼中的金光变成了混沌的灰色。我要买的是此时此刻这1秒的主角光环。检测到宿主意愿，开启特殊商品位面之子绝对气运，限时10秒，售价所有剩余资产清零，是否兑换？所有资产清零，那是几千亿、几万亿。叶川没有丝毫犹豫，换。钱没了可以再赚，命没了或者这地球炸，那就真没得玩了。交易成功，宿主当前余额0，位面之子模式开启。在这10秒内，你就是这个宇宙的亲爹。一股无法形容的伟力加持在叶川身上，那种被禁锢的空间感瞬间破碎。叶川动了，他没有躲避那只巨大的手掌，而是迎着他冲了上去。手中的3叉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似普通的平底锅。没错，这是系统附赠的气运神器。给爷趴！叶川一声怒吼，手中的平底锅狠狠拍在了那个深渊领主的手指上，一声清脆悦耳的金属撞击声。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那个拥有灭星级战力、号称3级文明生物的深渊领主，竟然被这一平底锅直接拍得手指骨折。怪物发出一声充满疑惑和剧痛的咆哮，他不理解，这不科学。还没完呢！叶川身形闪烁，瞬间出现在怪物的巨大的眼球前。这一锅是替那些被你们害死的人打。一颗巨大的复眼爆裂，绿色的汁液飞溅。这一锅是因为你长得太丑，吓到了我家云舒。又一颗眼球爆裂。这一锅是因为你害老子变成了穷光豆。叶川如同开了挂的鬼畜视频，手里的平底锅化作无数残影，在短短几秒钟内，对着那张巨大的脸疯狂输出了几千次，每一次攻击都触发了绝对暴击、绝对眩晕、绝对破防的效果。那个深渊领主被打懵了，他甚至感觉到了久违的恐惧。这个人类不对劲，这股力量是规则之上的因果律打击。滚回你的粪坑去！最后时刻，叶川高高跃起，用尽全身力气，一锅拍在怪物的脑门上。走你！深渊领主那庞大的身躯竟然被这一击硬生生砸回了那个黑色漩涡里。我会回来的！怪物发出不甘的怒吼，但身体却不受控制地跌落深渊。趁着漩涡还没关闭，叶川从怀里掏出一枚从商城兑换的2项铂青春版，这是一张画着滑稽表情的纸片。送你个礼物，路上解解闷。叶川随手将纸片扔进漩涡，再见。漩涡猛地收缩，然后在那张纸片的作用下，空间开始坍缩降维。那个原本通往深渊的通道，瞬间变成了一幅画，一幅在虚空中的扁平的油画。画里是那个怪物惊恐的脸，一切归于平静。位面之子模式结束，恭喜宿主完成弑神成就，当前资产0。叶川漂浮在空荡荡的海底废墟中，看着满地的狼藉，还有那12具被能量波震碎的长老尸体。他摸了摸口袋，真的1分钱都没了，连打车回江城的钱都没了。唉，冲动是魔鬼啊！叶川叹了口气。就在这时，一艘潜艇缓缓驶来，那是沈云舒驾驶着天罚号的逃生舱下来接他了。舱门打开，沈云舒不顾一切地游出来，紧紧抱住叶川。赢了，我们赢了！赢了！叶川苦笑。不过云舒，告诉你个坏消息。什么？沈云舒紧张地看着他。我破产了，现在身无分文，真正的穷光蛋。沈云舒愣了一下，随即扑哧一声笑了。他在水中捧起叶川的脸，吻了上去。没关系，以前是你养我，以后换我养你。别忘了，我现在可是吴氏集团、沈氏集团还有大西洋银行的董事长。叶川也笑了。看来这软饭我是吃定了。两人浮出海面，看着久违的阳光。太平洋的风浪已经平息，然而叶川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宁静。那个深渊领主临走前说的话，还有系统关于原种的提示，都预示着更大的秘密。系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那些高维生物都在抢夺它？检测到宿主完成 Phase 2所有战斗任务，终极任务开启，系统的起源，请宿主前往昆仑山死亡谷，那里埋葬着上一任系统宿主的尸骨。叶川看着眼前的虚拟面板，眼神微凝。上一任宿主尸骨，看来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是简单的神豪逆袭，而是一场跨越万年的布局。云舒，回家收拾一下。叶川看着远方的天际线，我们该去最后一站了，去揭开这一切的真相。昆仑山死亡谷，这里被称为地狱之门，常年雷霆肆虐，磁场极度紊乱。数百年来，无数牧民和探险家葬身于此，尸骨无存。然而今天，这里的雷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狂暴，一道紫色的闪电撕裂苍穹，狠狠劈向那终年积雪的谷底。一艘漆黑的巨舰天罚号无视了那足以瞬间击毁坦克的雷暴，如同一座移动的钢铁堡垒，缓缓降落在死亡谷的深处。舱门打开，寒风呼啸。叶川牵着沈云舒的手走了出来，他身上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战甲，只穿了一件简单的黑色冲锋衣，但那双眸子却比昆仑的冰雪还要深邃。这里就是终点吗？沈云舒看着眼前遍地的牛羊白骨，
感到一阵心悸。是终点，也是起点。叶川看着手中的系统雷达，屏幕上那个代表原种的光点正红的发烫，位置就在他们脚下。开工吧，龙一。是。早已待命的暗影军团操控着2台巨型激光钻探机，对着谷底那块巨大的黑色岩石开始了作业。随着岩石被高温融化，一个惊人的秘密逐渐展露在世人面前。那根本不是什么岩石，那是一艘掩埋在地下不知多少万年的古老而宏伟的青铜星舰。它的造型古朴苍凉，表面刻满了繁杂的云雷纹，舰首赫然是一颗狰狞的龙头。虽然历经岁月侵蚀，却依然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帝王之气。这是秦朝的风格。难道秦始皇陵的传说不仅是传说？叶川深吸一口气，拉着沈云舒跳进了那个被切开的入口。欢迎来到始皇帝的指挥舰。星舰内部没有想象中的黑暗。当叶川踏入主控室的那一刻，无数盏长明灯，其实是核聚变冷光灯，自动亮起。大厅正中央伫立着一座黑金铸造的王座，王座之上端坐着一具身穿黑色龙袍的枯骨，即使化为白骨，他依然保持着手按长剑，目视苍穹的姿态，那股得知我幸，失之我命的霸气，跨越2000年，依然让人忍不住想要跪拜。而在枯骨的面前，悬浮着一颗散发着柔和白光的水晶，文明原种。系统，这就是你的上一任宿主？叶川轻声问道。是的。系统那冰冷的机械音，此刻竟然多了一丝人性的沧桑。上一任宿主嬴政，代号祖龙，系统版本1.0文明争霸版。死因：为了抵御深渊的第一波入侵，耗尽所有系统磁积分，强行透支生命力，启动了9州结界及长城轨道防御系统，最终力竭而亡。叶川肃然起敬，原来所谓的修长城，不仅仅是为了防匈奴，更是为了防天上的猎人。就在这时，那颗原种突然震动起来，一道全息影像从枯骨中投射而出，那是一个威严的中年男子。虽然只是影像，但那双眼睛仿佛能看穿时空。后继者，嬴政的声音在大厅回荡，带着浓重的秦腔古韵。当你看到这段影像时，朕已经不在了。朕统6国，书同文，车同轨，本以为能为华夏万世开太平，奈何天外有天，那些贪婪的掠食者深渊，他们觊觎地球的坐标。朕倾尽国力造12金人巨型机甲，筑万里长城，轨道炮阵列，虽暂时击退了他们，但朕知道他们终会卷土重来。朕留下了原种，它记录了朕未完成的宏愿，也封存了朕最后的遗产。若你是心怀天下之人，便融合它，替朕守住这锦绣河山。影像消散，叶川沉默许久，然后上前一步，伸手握住了那颗原种。放心吧，老祖宗。叶川眼神坚定。您没打完的仗，我来打；您没花完的钱，我来替你花。原种瞬间融入叶川的掌心，无数庞杂的信息流冲入脑海。那是嬴政的记忆，是古代科技的蓝图，更是整个地球的防御全现实。检测到原种融合成功，神豪系统最终形态激活，地球 OL 管理员模式。恭喜宿主，您继承了始皇帝的遗产账户，当前余额无法用数字衡量，因为您继承的是整个华夏的气运与历史底蕴。就在叶川融合原种的同时，外界异变突生，昆仑山的天空瞬间崩塌，不再是之前那种小打小闹的裂缝，而是整个苍穹变成了血红色，无数巨大的黑色战舰如同蝗虫般从异次元裂缝中涌出，那是深渊文明的主力舰队，他们终于锁定了地球的坐标，发起了总攻。警告！警告！检测到灭星级打击，敌方数量10万艘，预计地球毁灭倒计时10分钟。沈云舒看着手腕上的报警器，脸色惨白。叶川，这次我们真的挡得住吗？那可是10万艘星级战舰啊！叶川缓缓睁开眼睛，他的瞳孔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那是属于管理员的威严。他看了一眼自己那归零的个人账户，又看了一眼系统面板上那个闪耀着龙星的遗产账户。叶川笑了，笑得无比狂妄。为什么要打？既然老祖宗给我留了遗产，那就是让我用来败家的。叶川牵着沈云舒的手走出了古舰，站在死亡谷的最高处，直面那漫天压下的外星舰队。他抬起手，对着天空打了一个响指。系统，我要消费。宿主请讲，我要买下这段历史，唤醒12金人泰坦机甲，唤醒万里长城星环防御阵仪，唤醒100万秦影幽灵军团。支付方式：华夏5000年国运。支付成功，正在唤醒。下一秒，整个神州大地沸腾了，西安秦始皇陵大地剧烈震颤，风土堆轰然炸裂，不是陶俑，那成千上万个兵马俑表面的泥土瞬间剥落，露出了里面泛着幽冷光泽的纳米金属躯体，他们双眼亮起红光，手中的青铜剑瞬间等离子化。震天动地的战吼声响彻云霄，100万机械秦俑冲天而起。与此同时，咸阳遗址12尊高达1000米的巨型青铜机甲破土而出，他们每一尊都散发着堪比核电站的能量波动，手持巨斧长戈，宛如远古魔神复苏。更令人震撼的是长城，那蜿蜒万里的古老城墙，此刻竟然亮起了璀璨的金光，砖石脱落，露出了下面掩埋了2000年的超导磁轨炮阵列。这是什么？天空中深渊舰队的指挥官看着下方那突然活过来的星球，吓得触手都僵直了。谁允许你们俯视朕的
的江山。叶川的声音通过原种的增幅响彻全球，甚至直接在每一个外星人的脑海中炸响。他单手一挥，杀！万里长城化作一条金色的巨龙，无数道反物质光束冲天而起，瞬间将第一波外星先锋舰队蒸发殆尽。12尊泰坦金人跳上云端，手中的巨型武器每一次挥舞都能砍爆一艘1000米长的母舰，百万幽灵侵涌，如同黑色的潮水冲入敌阵，展开了残酷的跳帮战。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屠杀，这是地球文明对掠食者最愤怒的咆哮。叶川站在昆仑之巅，看着这场绚烂的烟火。云舒，好看吗？沈云舒已经看呆了，泪水模糊了双眼。好看，这是我见过最贵的烟火。还没完呢。叶川看着天空中那艘最大的旗舰深渊母舰。既然是败家，那就败个彻底。叶川再次抬手，系统，最后一笔消费，我要买地球飞升，把这颗星球给老子推到4级文明去。确认支付，消耗所有剩余气运，正在加载行星发动机，正在加载量子护盾，正在加载因果律武器。地球飞升开始。一道足以照亮整个银河系的白光从地球核心爆发，在那一瞬间，深渊舰队就像是阳光下的积雪，连渣都没剩下，直接被因果律抹除。地球的体积并没有变大，但它的能级在这一刻跃迁了。从此以后，这颗蓝色的星球将成为宇宙中真正的禁地。3个月后，深渊退去，文明重启。虽然经历了一场大战，但在叶川超能力的修复下，城市不仅恢复了原貌，甚至变得更加科幻。SKP 顶层的空中花园如今已经被改造成了一座悬浮在云端的水晶宫殿。婚礼现场，沈云舒穿着那件名为倾城之恋的婚纱，这件婚纱是叶川用深渊母舰的核心材料融合了深海珍珠打造的，价值无法估量，她美得惊心动魄。挽着父亲的手，一步步走向红毯尽头的那个男人，叶川如今的他已经是公认的地球酋长，人类文明的守护者，但他依然笑得像个大男孩，眼中只有向他走来的新娘。堂堂穿着小花童的裙子，屁颠屁颠的在后面提着裙摆，笑得见牙不见眼。叶川先生，作为证婚人的钱老激动的红光满面。你愿意娶沈云舒小姐为妻吗？无论贫穷还是富贵。说到贫穷2个字，台下的宾客们都发出了善意的笑声。全世界谁不知道，叶川现在虽然个人账户是0，但他拥有整个地球。我愿意。叶川看着沈云舒的眼睛，深情地说道：沈云诗小姐，你愿意嫁给叶川先生吗？无论……我愿意。还没等钱老说完，沈云舒就抢着回答，引得全场哄堂大笑。两人在漫天的花瓣和欢呼声中紧紧相拥，深情一吻。就在这时，久违的系统提示音在叶川脑海中响起：恭喜宿主完成所有主线任务，神豪系统使命已完成，即将借宝，去寻找下一个文明火种。临别赠礼，保留宿主黄金之瞳及强健体魄能力。再见，宿主，愿你在这个你亲手买下的世界里幸福一生。叶川愣了一下，解绑了。那个陪伴他从外卖员逆袭到世界之王的系统真的要走了，一种淡淡的失落感涌上心头，但很快他就释然了，因为他感觉到了怀里沈云舒的温度，听到了堂堂的笑声，看到了台下那些真挚的祝福。他已经不再需要系统了，他已经拥有了这世上最珍贵的财富。叶川，怎么了？沈云舒察觉到了他的走神，轻声问道。叶川回过神，看着眼前这个深爱着的女人，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没什么，只是我的私房钱被没收了。沈云舒扑哧一笑，凑到他耳边吐气如兰。没关系，今晚我是你的，而且我把公司赚的1000亿都存在这张卡里了，密码是你的生日。沈云舒悄悄把一张卡塞进叶川手里，叶川看着手里的卡，又看了看满脸娇羞的老婆，他突然觉得这软饭真香。老婆，咱们去度蜜月吧。去哪儿？叶川抬头看向浩瀚的星空，听说火星的日落不错，既然地球买下来了，咱们顺便去把火星也开发一下。讨厌，你个败家子！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叶川抱着沈云舒，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走向了属于他们的幸福未来。而关于最强神豪的传说，将永远在这片星空下流传。